每日更新最新短剧。你这个孽畜，竟然连黄榜都敢进！你小子不想活了，我还想活呢！那里的金发妹呢？那么大一单生意我给谈成了，我这上百万$呢！这是给我干哪儿来了？这他妈还是国内吗？这孽畜，老夫就数到3声，你马上给老夫滚下来！1、2，你是哪儿来的满口喷粪的老东西，还敢骂我？大公子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跟老爷这么说话？公子今天接了皇榜之后就不对劲儿了，看来是真是疯了。完了，完了！你这个孽畜！来人呐，去将长梯和老夫的刀取来！与其让这孽畜冲撞陛下，老夫今日先行清理门户，然后再去陛下面前亲自谢罪。哼！你这个孽畜，老夫今日便砍了你，等你今后在陛下面前冲撞。不是吧？真刀啊！我操！我穿越了！王法，你把这拿掉。孽畜，老夫砍死你！这真是我爹！南蛮战事出现瘟疫祸乱，陛下广招天下英才，张贴皇榜，我被人灌了酒，激了2句，就把皇榜给揭了。完了！揭榜要求盖世之功或者惊天奇才，若达不到女帝的要求，就会被论以欺君之罪。欺君之罪可是死罪啊！现在还把你给得罪了，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你这个孽畜，你最好别下来！我下去被你砍死，我不下去被陛下刺死，这怎么弄都是死啊！哎，老唐，孽子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你这个孽子！爹，我说我刚刚被鬼附身了，你信吗？你不妨问问老夫手里的刀信不信？孽子，今日老夫就亲自手刃了你，然后亲自去陛下面前谢罪。不，爹，亲爹，您先听孩儿解辩啊！不，听孩儿解释。你这个孽子，现在想起来认错，晚了！你可知你此等举动会将高家推到风口浪尖？你可知会给你和高家带来什么后果吗？父亲，孩儿其实接下皇榜是想建功立业，振兴长安，重塑我高家的100年荣光。事已至此，就算被我亲爱的老父亲暴打一顿，我也认了。好，那老夫就如你所愿。来人呐，把藤条取来！父亲，你先听孩儿说完嘛。好，老夫就给你一个狡辩的机会。你要是不说出个1、2、3来，老夫今日就要抽死你！父亲，当今女帝刚登基，求贤若渴，孩儿此时接下了皇榜，必将成为整个长安的众矢之的。若此时被父亲打得10天半个月下不了床，见不了陛下，到时候遭殃的还是您和高家呀！你小子说的倒是在理，但今日之事绝对不能算罢。取藤条！父亲，可曾听闻过毒誓？毒誓，谋事有3：谋己、谋人、谋天下。谋己者，毒誓也。今天下一统，而北方不安，内有奸佞祸国，藩王割据，外有南蛮虎视眈眈，寻常手段难以生效，唯有毒誓可治天下。少爷，青青小姐来了。
哈哈，青青姑娘来了呀！青青姑娘，你是来找杨二的吧？高伯父，青青此行是来退婚的。退婚？退婚？不错。不是，青青啊，你宋家和我高家乃是从小就定下的娃娃之亲，况且这婚期将至，这婚岂能说退就退呀？啊！伯父，此行青青也是奉命行事。有意思，刚穿越就被未婚妻上门退婚。你等宋家可曾想过我高家的脸面何在？宋家此举就是要把我高家推到这风口浪尖，为世人所耻笑吗？啊！这件事是我宋家不对，但无奈是整个家族的决定，青青也无可奈何。父亲大人特意命我来传话，若他日定国公府遇到什么麻烦，我等宋家定当鼎力相助。你老夫滚！告诉宋礼那个老家伙，就算是退婚，也应由我定国公府前去退婚。你一个黄毛丫头，算怎么回事？宋家又是个什么东西？那青青便在宋府等定国公大驾光临。给老夫滚！宋礼这个老草包，草随风吹，见风使舵，真是个猪狗不如的东西。杨二此举，注定是要让我高家走下坡路啊！耻辱！耻辱！这是天大的耻辱啊！我定国公府何时受过奇耻大辱啊！你竟然还有心思笑得出来！你这个孽畜，都被人退婚了，你竟然还有心思笑得出来！父亲大人，此等爱慕虚荣的女子，退婚有什么不好？屁话！被人当众退婚，就是对我定国公府莫大的耻辱啊！父亲，在宋家看来，新帝登基，整个长安迎来一波权力的更迭。他们认为我们高家无人能担此大任，注定会走下坡路，否则也不会在我接下皇榜的第一时间就来退婚。无非就是他们宋家怕牵连其中，想尽早与我们高家脱离关系吧。我儿子怎么忽然开窍了？难不成之前是在藏拙？如今长安朝堂腐朽不堪，天下藩王割据，可谓是士卒林立。孩儿一心想重现咱们家族当年的荣光，注定不会辜负父亲大人的期望的。哼，麻烦！要不是你擅接皇榜，我高家又岂会被人当众退婚？老夫又岂会冒着被灭门的风险去见女帝？哼，走！我即刻带你入宫面圣，一旦到了太极殿，这一切都得看你自个儿了。莫说让女帝对你刮目相看，但求无措呀！你给我记住了，待会儿见了女帝，千万不要大张旗鼓，否则莫说是你，就是咱们整个定国公府也会因为你遭受牵连的，懂不懂啊？哦。走啊！陛下，接皇榜者户部侍郎之子高阳已至殿外。宣户部侍郎之子高阳入殿。跪下，拜见陛下。平生，谢陛下。女帝刚登基不久，正想做出一番事业。我若是能抱住女帝这个大腿，那么今后可就高枕无忧了。真以为敢接求贤令者，必定是个万中无一的惊世之才，没想到，
朕问你一个问题，陛下请讲。当你亲手杀了仇人全家，看着遍地的尸体，正心头畅快之时，发现屋内还有个孩子，你会当如何处置？陛下，草民会说，记住我这张脸，下次见面我就不会手下留情。此子的回答颇有仁义之风呢。这高阳素有纨绔之能，今日一见，似乎与传闻有所不同啊。说完这句话之后，臣会转身离开，然后再猛然回头。嘿嘿，小子，我们又见面了，让现在一刀斩之。此等做法也未免太狠心了吧？我就说这高阳的确是无可救药的纨绔。看来陛下将会彻底的失望。孽畜，你是想让定国公府彻底沦陷吗？陛下，孽子无才，不小心冲撞了陛下，都是微臣管教无方，还请陛下责罚。朕为何要责罚？难道女帝喜欢这个回答？陛下的意思是高阳答得好。如此暴虐的手段，陛下怎会？陛下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这昔日之仇今当有报。这满地的尸体便已足矣。这幼童手无寸铁，若再妄加杀之，这手段未免也太过于残忍。此等冷血之人，一旦为官，必将祸害一方。崔状元言之有理，我长安男儿的大刀应该上至杀敌，而非杀一些手无寸铁之人。更何况他不过是个幼童，如此手段简直残暴。王老将军所言极是，臣的大刀确实不斩老幼。但如果我随身携带一把小刀呢？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呀？这是作何用意啊？生性暴虐，十恶不赦，陛下定不能让这等人入朝为官呢。对，崔状元高风亮节，草民佩服。但草民只是一介普通人，做不到放。如果按照诸位大人所言放过这小孩，那臣及家人今后10几年都将会在不安中度过。你怎么知道这10几年后，这幼童会再报灭门之仇？按照陛下所假设，如果小男孩他爹当时懂得斩草除根这个道理，他今日又何来的灭门之仇？反之，如果我不斩草除根，那10几年后将有一桩灭门之案降临在臣的头上。草民可以愧疚一辈子，但不能在担惊受怕中活一辈子。斩草要除根，这是他爹教给我的道理。当然，先前的转身离去和猛然回头，那些不过是玩笑吧。若臣面对此景，会给他碎银几两，然后就像王老将军所说，臣的大刀不斩老幼，然后转身离开，再看着他投奔远方亲戚，亦或是被何人接走，再一并处置。动手时，大部分人的心脏长在左侧，但也有极少一部分长在右侧，所以为了以防万一，左右各来一刀。屁股最好也来上一刀。高阳你，崔状元不要生气嘛，臣不过是做个假设而已。高家100年将门，后辈竟是如此阴险狡诈之人。若是此子掌权，皇家的蚯蚓岂不是都要被劈成2半？陛下，高侍郎之子所言不无道理。要是那小男孩的父亲知道斩草要除根的道理的话，也不会有如今的满门之祸。末将赞同高侍郎之子所言。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小男孩的父亲当年若是狠心斩草除根，又岂能有今日这个灭门之祸？你的回答朕很满意。草民不过是实事求是罢了。刚才朕的问题只是一个小小的考验，若想当我大钱的官，为百姓请命可没那么容易。愿陛下赐题，臣愿为陛下效犬马之劳。刚才的问题只是考验你高阳有没有考核的资格，
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核。此题事关国事，不单单是考验高侍郎之子高阳，众爱卿若有感而发，都可畅所欲言。若朕满意，必当重用。戾气流行，家家有僵尸之徒，事事有豪气之哀。而眼下正值我大前与南蛮两军交战，前线昨日发来急报，我军攻城久攻不下，粮草也只够维持10日。在这10万火急之时，军中又出现瘟疫，人心涣散，岌岌可危。众爱卿唯有良计破此局。殿下，眼下与南蛮交战，我军被瘟疫搅得溃不成军。依臣之见，应让臣召集大前所有御史大夫，火速赶往战场去救治那些伤兵。我将也会火速前往后方调集粮草，即日便可送往前线，以解军粮之忧。少将军虽然率真勇猛，但还是精力太少。瘟疫具备极强的传染性，1日便可传染整个军营啊！此法不管用啊！待你粮草运至军营，军营估计早已饿殍殍零，横尸遍野呀！那你说该怎么办？陛下，这少将军的做法确实不可取。据史书记载，瘟疫的传播性实在恐怖，若不严加防护，别说是我大前军营将士，恐怕士大夫们也难以幸免。届时，我大前的百姓都将被感染。崔星河，你乃我大前状元，据说6岁作诗，12岁通读经义，精通策论，是我长安4大才子之首。对于此事，你有破局之法？启禀陛下，臣暂时还未想到破解之法，但是请陛下再给臣1炷香的时间，臣一定给陛下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好，周爱卿，你是3朝元老，又熟读兵书，早年间给我朝献过诸多良策，乃我大前的国之军师，此事可有破局之计？陛下，疫情连年，民不聊生，戾气通过口鼻吸入体内，感染后若不及时治疗，死亡率极高。但一旦感染瘟疫，哪怕是死了，尸体上也有瘟疫病原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烧了。烧？周爱卿的意思，我军不战而败？臣不是那个意思，而是将得瘟疫而死之人烧了。高阳，此等国事，你还有心思发呆？陛下，臣在思考，毕竟关乎国家大事，自然不能有半点马虎。臣在想一个合理的方案，望陛下容臣好好想想。哦，是你接了朕的求贤榜，若今日你想不出，朕可要治你一个欺君之罪。朕只给你半炷香，婉儿，请虎头斩。高阳，朕只给你半炷香时间，若你还想不出一个合理的法子给朕，朕可真要治你的罪。他一个纨绔怎懂军中之事？就连周老爷子想了这么多天，都没有一个合理的方法。凭他是啊，崔状元和周老爷子那是我大前的左右臂膀，若是他们都想不出，高阳绝无可能。诸位，请再给犬子一些时间，想必他定会想出破解之法呀。高峰，莫要带着你的纨绔继续自取其辱了。我劝你还是回去收拾后事吧。哼，要怪只能怪这纨绔太过嚣张，下辈子少别那么欠。怎么，我说的难道不是实话？崔状元和周老先生都无破局之法，你指望这个纨绔？高阳，半炷香时间，若你还是不能给朕一个解决的方法，朕可真要治你个欺君之罪。欺君之罪，我可会殃及高家满门，高家100年基业难道就这样毁于一旦了吗？陛下，军中之事，这纨绔完全不了解。若让他想破局之法，只怕我军溃散，他都想不出来。唉，我军被瘟疫搅得溃不成军，眼下若再无破局之法，只怕真的就完了。此事不是儿戏，他高阳黄口小儿，哪有破局之法？陛下，高阳这是故意在拖延时间，时间耽误不得呀。若是不行，便依少将军所言，让他带着御史大夫先去前线顶一下。半炷香时间到了，高阳若是再想不出，再治他的罪也不迟。臣附议。
难道我高家？开闸！定国公府竟然被一个后辈的无知弄成如今这般，真是可笑。瘟疫乃是天灾，你们谁能有办法啊？连我都没想到一个万全之策。高阳啊高阳，即便你能在陛下面前表现出众又能如何？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斧头炸开，刀臂见血，定国公府今日难逃一劫呀！若非那纨绔接了陛下的求贤诏，定国公府又何至于有今日之节啊？陛下，这事关军中大事，让这等后辈破局的话，怕是有点难呐。况且周老爷子和崔状元也无计可施，高阳他事关国事，均无戏。陛下，高阳乃我定国公府唯一的血脉，不能斩呐！陛下，微臣愿携我定国公府所有的家丁，追随少将军去前线补罪，还请陛下宽恕我儿高阳啊！好啊，你高风求情。若今日高阳想不出来，你们父子二人一并砍了。来人！时间已到，砍！来吧，草民想到。我说老爹，你跳出来加什么戏嘛？我一老早就想到了解法，若是太早说出来，岂不是打了满朝文武的脸啊？当朝为官要讲究人情世故，爹，你有的学了。陛下，臣有一计，或可破战事瘟疫之危。哦，说，若此计能令朕满意，你高阳非但无过，朕还重重有赏。说，小子，你且说说，老夫倒是要看看你肚子里又憋了什么坏水。王老将军，你说这话，可就让小子有点伤心了。小子一向纯良，人畜无害，我脑子里想的都是为国效力的好法子，什么时候心里又有半点坏水？陛下所想不仅仅是解决瘟疫之法，更是要在解决瘟疫问题之上如何获胜。古往今来，解决瘟疫的法子自然是有，只需要注重卫生便足。如今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在我军爆发瘟疫的同时，并且获胜。不错，继续说。瘟疫爆发后死亡率极高，只有极少数能获胜。若爆发，必死无疑。哎，毕竟是工程嘛，像大型的工程器械，比如说投石机，总是有的吧？既是工程，军中自然有投石机，这又跟疫情爆发有什么关系？王老将军，此言差矣，这关系可就大了。投石机不一定非要投石。你是说？没错，将感染了瘟疫的尸体投进去。啥玩意儿？我有瘟疫的尸体投入敌军城中？投石机还能这么玩？亦或是将多余的尸体放入敌军上流的水源之中，如此一来，只要敌军没有防备，必将感染瘟疫，而我军只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，那瘟疫的问题自然就解决。将沾染瘟疫的尸体投到敌方军里，此计臣到死也想不到啊！此计不仅可以解决我军的瘟疫之危，还可以令我军大获全胜，真是独揽。他的计策还真的能够奏效。为了确保万一，可以组织军中敢死队以重力许之，令他们披上瘟疫尸体上的衣，攻上城头。城内守军毫无防备，必定中招。到时候纵然他们感染上了瘟疫，也不敢禀报。到时瘟疫必将肆虐全城，我军借机攻城。只不过这个法子有点杀敌1000自损8败。这还有毒计啊！真的是好毒计呀！陛下，但对待自己，尤其是敢死队，臣觉得这奖励必须要落实到位，
否则就太不人道。混账！口口声声说人道，你让死去将士的父母怎么办？眼睁睁看着他们孩儿的尸体被投向敌方，甚至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吗？少将军，你还真是个武痴。高阳，什么意思？敢嘲讽本将军？臣不敢，臣只是觉得少将军长了个好身子，却配了个狗脑子。你找死！够了，高阳，说下去。少将军的仁义，在下佩服。死去将士的尸体需要安顿，这一点在下自当也不敢反。但感染了瘟疫的尸体，即便埋下去土里5米深，也能传染出来。所以这些尸体带回去也只能祸及家人，只有火烧才能解决瘟疫。而将尸体投入了敌军阵营，敌军为了解决这瘟疫，自然会解决这瘟疫的源头。此计未免也太毒了。我这光是听一听，我都是直冒冷汗呢。杨二藏得这么深，这毒策是人能想出来的？那我且问你，就算你用瘟疫之计攻下该城，可面对城中粮食紧缺，该如何守城呢？守城也不是没有办法，满城老幼怎么也得数万人啊。你这活言嘛！人家崔状元问你粮草，你说城中老幼人数作甚？小子刚刚也说了呀，满城。好了，粮食的事情朕自会解决。朕这真是找了个活阎王。如今我初登朝，第一个难题便是如何解决这南蛮战事。此倒是解了我燃眉之急。此计甚妙。古往今来，瘟疫之法确实有，而如今问题是让我军瘟疫爆发的同时，如何大获全胜？这个高阳倒是说了这个点子，不错。臣不过是实事求是，纯属侥幸。那之前答应臣的，今日之事便作罢。朕乏了，要回去休息。跑了？不是，这就跑了？说好的赏赐呢？没有黄金万两，最起码也得俩侍女啊！你这女帝太不讲究了。陛下已回宫，各位大人，请回吧。是，没想到女帝竟然这么喜欢毒气，果然是自古深情留不住，唯有套路得人心呢。杨二，你一个人在那嘀咕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哎，女帝并未全责，那孩儿这一关就算过了吧？待会儿回府，不至于还要挨揍吧？不打了，不打了。但是我刚才还是不大明白，如果陛下继续选择不增粮的话，那么这粮食打哪儿来呢？父亲大人，这个就得你自己悟。接下来的日子就少了老爹是户部侍郎，爷爷是当朝国公，我这身份就明显是官二代。我岂是有此等显赫的身份，又何苦在资门口中虎口夺食啊？这个臭小子！父亲大人，陛下如何责罚定国公府？昏退了。定国公并未出面，高侍郎闻言大怒，说此事不会善罢甘休。父亲这般问，可是朝堂上出了什么变故？那高阳一直在藏拙，的确是有点本事在身上。定国公府这次成功化险为夷了。什么？这家伙何时有这个本事，竟能在朝堂上化险为夷？不过父亲大人何必担忧？陛下既没有当众赏赐，就代表还未做出选择。高阳爱我如宝，整个长安皆知，此事还有斡旋的余地。再说了，长安天下世家林立，以女儿的本事，一定会找一个有济世之才，胜过高阳100倍的天之骄子。定国公毕竟年迈，放弃也不可惜。希望如此吧。父亲大人，这杨二的事，杨二的事，老夫都知道了。这孽子藏得够深，但是今日之事，不仅对杨二是一件好事，对我们高家亦是一件好事。可是陛下并未对杨二进行封赏，难道陛下对杨二还是不满意？崔清河乃长安状元，不仅精通经义，
还擅长谋略，还深谙治国之道。照老夫对陛下的了解，陛下会在崔星河和杨儿之间还有一道具体到治国的考核。当今陛下的野心可不比先帝小。照父亲所言，杨二若是不能胜过那崔星河，那岂不是难逃一劫？倒也未必。父亲大人对杨二有信心？老夫活了快70载，历经3帝，什么脏的计谋没见过？但像杨儿这般毒辣的，还是第一次见。杨儿说不定能再给我们带来惊喜。父亲大人承让了。传令下去，迅速派人支援，就采用高侍郎之子的办法，多押几台投石机。是。陛下，您可是在想高侍郎之子？长安谣言误人呢，这般狠辣的决策，一般纨绔子弟可做不出来。纵然是朕，也想不到如此毒辣的决策。臣听说高阳素来纨绔，没什么风采，可今日一见，他竟不装了，还出了如此之毒的计策。此人，陛下若用得好，将会是你手中的一名鬼才。那你觉得崔星河和高阳之间孰强孰弱？他们俩谁能辅佐朕开创一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狂土霸业？崔家，崔星河。哦，你对他如此有信心？崔星河不仅是我朝的状元，更是社稷栋梁之才。他的治国论不仅精辟地说出了我朝的弊政。若陛下想要开创万世之基业，崔星河是第一人选。可朕却是更看好高阳。朕隐隐有一种感觉，他就是这样找的人。可陛下，高阳劣迹斑斑，虽说他擅长掌握人心，可论治国，他怎能跟崔星河相提并论呢？孰强孰弱，一试便知。自朕上位以来，大钱多灾，清水城和临江城两地县令上奏，粮价竟然都涨到了近100文一斗，民意沸腾。灾情不等人，传令下去，立刻宣高阳和崔星河入殿。是。父皇，我会向天下人证明，女子也可为皇，女子也可带领大钱走向强大。我不光会让大钱变得强大，更要征服6国，结束这持续600年的乱世。杨儿，你说这么晚了，陛下紧急召我们入宫是有何事？难道陛下对你白天的回复并不满意？老爹淡定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走吧。看这架势，看来陛下是有紧急要事要与我们相议。这可是你好好表现的机会啊！论阴谋诡计，孩儿或许不如那高阳，但论治国，孩儿强的不止100倍。否则，陛下也不会这么晚单独召见我们父子俩。陛下，人已带到。拜见陛下。众爱卿平身。谢陛下。不知陛下召我们入宫是为何事？今年我大钱多地大灾，民意沸腾。临江城县令渡江上奏，临江城内粮商囤粮，粮价暴涨，难以遏制。无独有偶，不远处清水城也遭遇了大灾，粮价暴涨，百姓难以负担。特此派你2人前去平息粮价。临江城、清水城，你们2人作何选择？清水城只是单纯的粮价飙升，依你手段完全能平，但临江城却民意沸腾，
梁商勾结，势力盘根错节，治理起来相对有些棘手。父亲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先去清水城，以最快的速度平息梁家，而临江城是硬骨头，高阳定然无法平息。你此时再去临江城，一人治2城，如此女帝必然会重赏。至于他高阳，杨儿，临江城并非你想的这么简单，梁商之间更是相互勾结，错综复杂。陛下，臣愿去清水城担任临时监察御史一职，定当竭尽全力。那我就去临江城了。杨儿，好，赐定国公府高阳监察御史之权，接管临江城大小一切事宜。赐崔家崔星河清水城监察御史一职，接管清水城大小一切事宜。朕要你们以最快的速度平梁家，还当地百姓一个安宁。谢陛下圣恩。陛下，您今日劳累，早点歇息吧。崔星河有分寸有手段，清水城有他坐镇，出不了什么乱子。但高阳那边，你也跟着一起过去。若朕真的看走了眼，你便及时出手，防止事情进一步恶化。但此人并非常人之脸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还是莫要出手。等等，你今日为何不据理而争，选在清水城？不都是平梁家，那能有什么区别？再说了，临江城还有江景可以游玩，多自在！哼，你这个孽子！昨日在朝堂之上可谓是出尽了风头，但为父要告诉你的是，这治国不比献策，但凡有半分的偏颇，遭殃的就是万千百姓啊！父亲大人，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，没问题的啊！临江城距离长安有200多里地，这一路上免不了舟车劳顿。吕罗呀，你跟着杨儿，负责照顾他的生活起居。是。这小脸蛋，这皮肤，这老爹也太贴心了吧！杨儿啊，现在这个长安可谓是暗流涌动，你若是没有十足的把握，可千万不要逞强啊！雄鹰终将展翅，如果一直都在家族的庇佑之下，又如何能展翅长空，俯瞰天下？陛下刚刚登基，如果我现在得到女帝的重用，定当再续我定国公府百年辉煌。区临江城梁家10日之内必降。父亲大人，你就在这长安好好等着孩儿的好消息。这偌大的高家，也该换个人来看。但愿吧。上官大人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陛下有令，命我随你一同前往临江城。也是，毕竟一城之百姓，容不得半点闪失。是高公子聪明伶俐，深得陛下重视。那这次去临江城，我有多大的权力？监察御史代替陛下巡视天下，掌生死大权。临江城的一切，上至县令，下至百姓，皆由高公子管理。也包括你吗？看个腿。高公子，你这话是否过于冒昧了？大公子，要不您将就一下，先看看奴家的腿。这朝廷御史还有多久能到啊？杜县令莫急，御史大人估摸着马上就要到了。赵钱韩林这4大梁商一个比一个奸诈，如今的梁家已从40文一斗涨至100文一斗，足足涨了60文一斗啊！这百姓如何承担得起嘛？本县令能不急吗？哎，杜大人，远处有人来了。终于到了。看着40多岁的模样，眼神却布满小思，气息憔悴，显然是这几日忙得不可开交啊。杜大人，
这位乃是女帝特封监察御史，专门负责临江城大灾。从现在开始，临江城所有大小事务皆由高公子监管。这高阳如此年轻，竟然负责临江城10万百姓的生死，这不笑话吗？下官临江城县令杜江拜见高公子。杜大人不必如此，本公子在路上耽搁了2天，现在临江城的情况如何？高公子这边请。这几日暴雨冲田，百姓们颗粒无收，而各大粮商趁机疯狂囤粮不卖，导致粮价短短10天内从40文一斗涨到了100文一斗。那杜大人是如何应对的？下官派人开仓放粮，否则粮价还会飙升。但是根本只是杯水车薪，再过几日粮仓就要空了。高公子，此局何解？若是崔壮，或许会以权压人，那高阳此局不难，关闭临江城粮仓。还望高公子不吝赐教，本官替10万临江城老百姓拜谢高公子。先关闭临江城粮仓。高公子，这眼下开仓放粮，临江城的粮食价格还难以遏制。这一旦关闭粮仓，这粮食恐怕瞬间就涨到100文一斗啊！你让这百姓如何承担得起吗？长安城这几年啊，不是干旱就是阴雨连绵。长安的粮食收成并不多，临安城内的粮食储备有多少？够临安城10万百姓吃5日吗？不够。可是这粮仓一旦关闭，这临江城粮价必定暴涨，这百姓能承担得起吗？高公子，此言属下官不可赞同。纵然开放粮仓100文一斗的价格，杜大人觉得多少百姓吃得起？况且本公子这不是在跟你解释，这是命令，你没有选择权。下官这就去关闭粮仓，但是高公子你要想清楚，一旦关闭粮仓，粮食价格暴涨，这个责任7日之内，临江城粮价若是不降，一切后果由本公子一力承担，哪怕是本公子这条命。一城10万百姓，岂能如此胡来？一旦真的民不聊生，你一个人的命岂能有用？唉，罢了。你把那个临江城的地图给我拿来。你们临江城的粮食一般是如何运输的？自然是分水陆2种运输，在临江城靠近清水河，自然是水路运输多，运输快，损耗小。高公子心中可有妙计啊？临江城最大的几家粮商，你可知道？前赵韩林4大家族，他们在市场上疯狂扫荡了所有粮，以至于一些小粮商也跟风效仿，大发国难财，导致临江城粮价便已上升了接近1倍。不过眼下女帝刚刚登基，临江城民风彪悍，不适合强行镇压，恐生大乱。如果大乱，这个责任谁也承担不起。好，那就劳烦杜县令备上一桌好酒好菜，帮本公子宴请这4大家族。高公子，您用的此招，下官已使用过了，收效颇微。4大家族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他们逮着这个机会大肆囤粮，你是绝不会有机会让他们松口的。照做便是。那本官就看高公子的手段了。哎呀，杜大人传来消息，说朝廷派来御史，特召我等前去，恐怕是为了降粮价。我等如何是好啊？哼，怕什么？他们说降粮价就降粮价，只要我等齐心，大钱连年天灾。临江城内的粮库绝对没有多少存粮，粮库放出去多少，我们就吃下去多少。这临江城的粮价不但不会跌下去，还可以涨到110文一斗。只要我们把握住机会，足够我等
后代不愁。老夫听说这新来的监察御史非常年轻，而且又是自长安前来，恐怕有大背景。我等如此不给面子，万一惹怒了长安的大人物，恐怕只有灭顶之灾呀。女帝登基，这天下终究是讲法，但赵家主所言是有道理。监察御史既然到了，就该给个面子。临江城粮价是100文1斗，咱们晚宴之时，我等再降5文，这5文就是给监察御史的面子。但老夫提前说好，谁若断我财路，哼！休怪老夫不会善罢甘休。林老说的是，我等为林老马首是瞻。只要我等一心，这临江城的粮价就由我们说了算。换一身普通的长袍，随老夫一起赴宴。林老所言极是，还是林老手段高超啊！我等这就回去换身普通长袍。高公子，这帮粮商都是老狐狸了，想让他们降价，只怕比杀了他们都难。最多降5文，5文已是他们的极限。杜县令，你心态平和点儿。身为一线父母官，连你都方寸大乱，还如何去评粮价呀？那下官就等着看高御史的手段了。报，御史大人，前赵翰林4大家主到了。还。我等拜见御史大人。素闻赵钱韩林4大家主在这临江城已有100年之久，在这附近100里，那也是有名的富商啊，怎么今日一见如此落魄？高御史有所不知啊，临江城遭受大雨侵袭，良田尽毁，导致流民遍地，百姓无粮可吃，我等实在痛心呐。这段时间都是在连连施粥啊，更是拿出大笔银子赈灾，如今已是入不敷出啊。这几年大前连连天灾，百姓生灵涂炭。我等虽是受百姓爱戴的附身，可在慷慨解囊之下，我等已经弹尽粮绝了。高御史到了，我等压力也小了许多。4大家主真是高风亮节，有悲天悯人之心，高阳实在是佩服呀。只是本公子受女帝之派，来到这临江城，接手这一切的大小事务。哇！御史大人降临临江城，我林家自当拿出些诚意，愿自降5文，赔本卖粮。钱家义士、赵家义士、韩家义士自降5文，8文。御史大人意下如何呀？既然御史大人不说话，那我等就当是默认了。对了，老夫家中还有要事，就不陪御史大人了，先行告退。慢着，本公子要你们手中的粮食全部提高至150文1斗，只准高不准低。若是谁敢低于这个价格售卖，本公子便宰了谁。不得低于150文1斗。他来临江城不是来评粮价的吗？为何不想着如何降粮价，反而还要抬粮价？老夫可能是年龄大了，这耳朵听不太清。您刚才说我们是不得低于150文1斗卖粮。高公子，你这是？本公子的意思很难理解吗？150文1斗的价格，谁敢低于这个价格售卖，被本公子抓到，谁便人头不保。这一次尔等可听清楚了？敢问高御史，此事可会张贴榜文？这顿饭后，粮价不得低于150文1斗价格售卖的榜将会张贴至临江城的每一条街道。那好，那我等就回去准备了。告辞。你们还愣着干嘛？他们不吃，咱们吃，别浪费了。走。林老，这新来的御史打的什么心思？不让我们降粮价，反而将粮价抬到150文1斗，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
老夫活了半辈子，什么架势没见过，还从未见过粮食暴涨再跌下去。不管这高御史什么心思，都与我等无关。当下只管趁着大好的时机大捞一把才是。若是临江城大乱，这都跟我等无关。我等遵守的是县衙的意思。这破天的富贵摆在面前，尔等怎么还犹豫不决呢？林老息怒，老朽活了半辈子，从未见过此等好事，故此有些担忧罢了。依林老所言，这是一场破天的富贵，钱家为林老马首是瞻。临江城4大家族一直共同进退，我等一定跟随。趁着县衙榜文还没张贴，快速以100文1斗的价钱扫荡临江城市面上所有的粮食，坐等粮价暴涨。等县衙榜文一出，这粮价不可能只有150文。乱世粮价不严顶，老百姓活不下去，就是再高的粮价，砸锅卖铁也要买。高御史，你难道真的要将粮价不低于150文1斗的售价发表于临江城吗？疯了，这一定是疯了！你可知道，这榜文一发，我们县衙就会成为众矢之的，我们就会被百姓愤怒的口水喷死的。杜大人，按照本官的意思去做，其他不该问的别问。大人，你可知榜文一出，不出10日半个月，整个临江城就会成为人间炼狱啊！多少百姓会被活活饿死，甚至妻离子散，一死而食啊！大人，你可知这是什么？百姓吃不饱，150文1斗的粮食，百姓买不起啊！大人，本官出生至今已有36有余，一身傲骨，从未有求于人。但今日请大人收回成命，如果粮食真涨到150文1斗，老百姓是无论如何负担不起的呀！杜大人，说你什么好？想要降粮价，不一定要压低粮价，须知弹簧越是强力，镇压的反弹也就越恐怖。放心吧，7日之后你就会明白，本官不会拿自己的性命跟你开玩笑。哎，对了，杜大人，这几日一定要带本官到处去看看。我看你这府衙也是年久失修，不如等这次粮价降下来之后，再好好翻修一下。百姓活不下去了，这个官儿还想着修缮府衙。上官大人，你难道真的眼见百姓的死活不顾吗？女帝陛下有令，临江城上下一切事务交由高公子处置。若事态紧急有所动乱，不会处理此事。恐怕到时候就晚了呀！我得以最快的速度告知陛下，别让他们胡来。临江城数10万的百姓恐怕就完了。取我笔墨来，我要连夜上奏陛下800里急事，谈何此了？报！临江城800里急报！800里急报，呈上来。这个高阳胆敢官商勾结，非但不让当地粮仓降价，还要抬高粮价，高价卖粮，简直岂有此理！不对，这个高阳不像是庸子，难道别有用意？一边要降低临江城的粮价，一边又将临江城粮价抬高到天价。高阳啊高阳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陛下，臣弹劾定国公之子高阳。高阳为临江城监察御史，但他却官商勾结，下令临江城粮价不仅以150文1斗，还要大肆翻修府衙，此乃实在昏庸。望陛下下令惩戒，以儆效尤。要儿官商勾结，下令临江城粮价不得低于150文1斗。150文1斗，这若时间一长久，岂不会引起巨大民愤，甚至是饿殍遍地，人间炼狱啊！老夫赞成周老先生所言，请陛下严惩。官商勾结抬高粮价，简直胡闹！陛下，临江城粮价而今已突破150文1斗，只怕时间一长，莫要说临江城百姓买不起，如若这串数字流传出去，只怕长安千万城都会跟随临安城的价格而涨价。届时又有多少人能买得起？
所以陛下还请您派人制止高阳这肮脏的手段。哦，荣亲王世子，皇叔今日为何没有上朝？回禀陛下，家父重病，在家休养，臣替家父上朝。但今日此事若被家父所知，必定弹劾高阳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皇叔在家里好好休养，莫要为了高阳这等小事带病上朝弹劾。陛下，广阳郡这段时间遭遇了暴雨灾害，百姓本就颗粒无收，难以度过灾年。如此高的粮价，如果坐视不理，必激起天大的民愤。臣恳请陛下下令制止，以免再发生不必要的后果。臣复议，臣复议，臣复议，臣复议。朕既已许诺，若有非常之才，必待非常之人。如今才已过2日，各位爱卿何必如此着急？说不定定国公之子能交给我们一副满意的答卷。梁家有将相，岂有把他抬上天的道理？看着高阳就是个无能之辈，岂能担此大任呢？王老将军，你是在质疑朕的眼光？臣绝无此意。临江城乱不乱？朕早已安排妥当。杜县令既然说高阳大放厥词，7日内粮价必降，那朕就给他7日。此事朕已决，无需多言。那高阳如此目中无人，大放厥词，难成大器。看来我们宋家退婚是对的。父亲大人，可是临江城传来了消息啊。没错，那高阳到了临江城，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了临江城的4大粮商。不过他非但没有第一时间降低粮价，反而他严令4大粮商以150文价格卖掉。哼，结果闹得怨声载道。今日弹劾他的奏折都送到了太极殿上。若不是女帝力保，高阳怕不是吃不了兜着走。这高阳还真是糊涂，幸亏我宋家提前退婚，否则难免被他牵连。这场比试，高阳注定是惨败。崔状元将来会成为长安城最瞩目的人，注定会一飞冲天。晴晴，必须好好把握。父亲大人放心，崔公子才华满京城，光彩夺人，女儿私下早有接触，崔公子对女儿应当也是有好感的。若是拿下了崔状元，那我宋家必定大兴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临江城的百姓可是惨了。崔御史大人，这临江城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定国公之孙高阳到临江城颁布的第一条命令，便是让临江城的4大粮商以不得低于150文1斗的价格卖掉。什么？150文1斗？定国公权势滔天，他的名号整个长安人尽皆知。这高阳可是定国公之孙的身份，比我崔氏都强大。他不想着以这身份仗势欺人，压迫那些粮商，以低价把粮食卖给你。相反，他却把粮价抬高，故意让农民吃苦。这么好的身份不用，真是糊涂。比起治国这方面，还得是您崔御史啊。您这几日之内便让这清水城的粮价从100文骤降到90文了。如今这市面上的粮价已经稳定到90文1斗了。县令大人，麻烦你传本御史的令，告诉那些粮商不要太贪，否则惹怒了本御史，谁都不好收场。这清水城的粮价必须再降8文钱，82文1斗，他们依旧能赚。这人嘛，总要懂得适可而止。若是他们给本官一个面子，待本官回到长安，成为女帝手下中书舍人，必定会感激。如若不给，那么就各凭手段。只不过这代价，他们承受不了。崔公子还要再降8文钱？这清水城的粮价，本官在暗中调查过，这柳田2大商家几乎是以53文1斗的粮价大肆囤粮，更别提他们府中还有去年的陈粮，82文1斗，他们依旧有的赚。这样也不会让农民群情激昂，也不会导致鱼死网破。县令大人，这为官者呀，
一定要学会一紧一松，一张一弛，打一棒子，给一颗甜枣，这便是治国之道。崔御史大人，下官代清水城5万多百姓拜谢崔御史。这长安城有崔御史，乃江山社稷之福啊！崔御史大人，下官即刻传令下去。一边是清水城骤降18万，一边是临江城以150文一斗的价格买，甚至更高。崔星河呀，崔星河，你注定闪耀整个长安。哈哈哈哈！180文一斗，这还让人活吗？大人，草民给您跪下了，求您法外开恩，快开仓放粮啊！不然我一家老小真的会活活饿死的呀！今日已经不止180文一斗了，已经突破200文一斗了。这帮天杀的粮商，200文一斗还不卖给我们？这帮吃人血馒头的畜生，他们只可遭报应！遭报应！大人，大人，再这样下去，群情愤怒之下，只怕难以收场啊！如此局面，是我想看到的吗？御史大人把文一放，百姓能不怒吗？但本官又能有什么办法？本官上奏的奏折被打了回来，陛下让我等听从御史大人的命令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今日便是第7日，可是临江城的粮价不仅没有跌，反而还涨到了200文一斗，比榜文150文一斗还要贵50文一斗。百姓存粮见底，这县衙又不能开放粮仓，再过几日，民愤席卷之下，必生大乱。高御史人在哪儿？应当在华国寺。又去华国寺了？他不是去上清水河游玩，就是去华国寺拜佛，甚至还要修缮府衙。这7日内，御史大人除了让全城的粮商不低于150文一斗卖粮，除了如此之外，临江城的粮价降了吗？如今7日之期已到，本官现在就要去找这个纨绔，看看他拿命担保的粮价如何降。大人，老衲告退。高御史，这7天时间已经过去了，临江城的粮价不但没有降，反而一路走高，现在已经飙升到了200文一斗了，还在涨。县衙外每天都是哀求的百姓，再这样下去，场面必定失控。您真的不怕吗？4大粮商这几日有什么动作？4大粮商正在动用大笔银子，疯狂扫荡其他小粮商手中的粮食，他们还在继续囤粮。一旦百姓手中的粮食耗尽，他们就会继续抬高粮价。这帮人，不，这帮畜生，200文一斗都不卖呀！好，明日大肆招工翻修府，并且对外张贴榜文，本官要举行一场大型的塞翁舟活动，拔得头筹者可免除商税3年。什么？照做便是了。下官定会照做，但是就算高公子是定国公之孙，闯出如此大祸，我想也承担不起后果。高公子，您究竟在做什么？如此下去，我便只能替高公子接管临江城。上官大人，快出手吧，否则一旦百姓哗变，将酿成难以挽回的大错。你分明不信奉佛祖。长安城的很多信徒我见过，他们眼中有一股狂热，但你却没有。换句话说，你到处拜访寺庙，这并非你本意。翻修县衙更是匪夷所思，要不了几日你就会返回长安。你为什么要翻修县衙？背负一城之慢，令临江城粮价暴涨，你究竟在想什么？今日你必须给我交个底。好，可以告诉你们，杜大人，可还记得7日前本官跟你说过什么？可是那句要想降低粮价，不一定要压低粮价。粮价暴涨，商贾贪婪，他们不狠狠收割一波，怎么会收手？杜大人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4大粮商联合，纵然是强压，他们能降到多少文一斗？8文还是10文？纵然是粮价降到了80文一斗，又有多少百姓能买得起？除非高举屠刀，将他们全部诛杀。一旦诛杀，满城的商贾都将会提心吊胆。对于百姓而言，150文一斗或者200文一斗，
又或者是250文一斗，有什么区别？总归都是买不起。但临江城粮价暴涨，甚至官府下令不得低于150文一斗售卖，这会吸引什么钱来？外地粮商。没错，赵钱韩林4大粮商贪婪地扫荡着本地的粮食，想抬高粮价。本地的一些小粮商也见机囤货，妄想卖出天价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临江城粮价暴涨的消息正在以一个惊人的速度传遍周边各地。这几日，城门口、码头边，每日运粮的马车和货船都在这里。这临江城外地粮商的人数每日都在上涨。如今，临江城早已不缺粮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现在整个临江城的粮价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气球，看着难，但一戳就破。这帮商贾想发国难财，这一次本官要他们家破人亡。那大人翻修县衙、办龙舟赛，意欲何为啊？杜县令，你过一段时间就知道了。就算是50文一斗的粮价，百姓也需要银子买。大人，下官有罪，下官不但愚笨，竟然还弹劾大人。4大粮商根深蒂固，县衙内不知道多少他们的人。前几日的弹劾不足挂齿，杜大人不用放在心上。大人，就在1个时辰之前，下官来找大人之前，下官又写了一封弹劾信，并且措辞更激烈，语气更激动。我操，又一封！高公子不用担忧，我会立刻再修书一封，快马传至长安。上官大人，今天晚上劳烦在城外用沙土装满袋子，等我消息，切记不要走漏风声，本官有大用。我会持陛下旨意，从城外驻军调一支兵马，前往配合公子。今日将会是临江城一众粮商最后的狂欢，明天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。报！清水城粮价已降至82文一斗，虽状元放言粮价还能再降7文。哎呦，崔状元之才真是令人佩服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，让清水城的粮价足足暴跌了18文，甚至还能再降。从贪婪的粮商手上降价，还没动用恐怖的手段，失了朝廷的威严，真是无愧状元之才。陛下，老臣送礼，恳请陛下封赏监察御史崔新河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不过这清水城和临江城距离不过几十里，这清水城粮价跌至82一文，这临江城的粮价该是多少呢？清水城的消息到了，想来临江城的粮价消息也快到了。7日时间已到，若未能将临江城粮价跌至稳定水平，那今日可就危险了呀！报！临江城最新消息，临江城的粮价已突破200文一斗。杜县令传来急报，弹劾监察御史高阳。你再说一遍，临江城的粮价突破多少文一斗了？高侍郎大人，临江城的粮价已突破200文一斗。消息确认无误。启禀陛下，这7天临江城的粮价一直居高不下，而且这是2日之前的消息，如今临江城的粮价可能更高。不仅如此，杜县令弹劾监察御史，不仅不降低粮价，还整日烧香拜佛，乘船游玩，百姓遭此大难。高御史还想下令大修县衙，再举办盛大的赛龙舟活动。杜县令痛心疾首，下令800里加急，启奏陛下。此等罪大恶极的贼人，就应当乱锤锤死！陛下，臣这就去一趟临江城，宰了这高阳，平息当前这局势。不然照定国公这孙这般肆意下去的话，临江城怕是要毁在那逆子手里了。陛下，这怎么也没个人拦着呀？动作快点，走。众将士听令，
谨遵御史大人旨意，不可泄露。如有违令者，斩。是。进城。报！粮价昨日以200文一斗的价格再次暴涨50文，现在已经是250文一斗了。是。杜大人，这一大早上你都晃了10几圈了，都快把本公子给晃晕了。大人，外面这民愤，您坐得住，下官坐不住啊。杜大人，去取临江城的官印来吧，予以入瓮，该杀了。大人，可以收网了吗？即刻起张贴榜文，临江城粮仓全面开仓放粮，以105文一斗的价格全面兜售。这份榜文务必要传遍临江城的大街小巷。从即刻起，派兵接管码头，所有的货船不得出城，违令者斩。是，我等谨遵大人旨意。大人，属下有些担心，就如您之前所说，倘若开仓放粮，只怕粮仓的粮食不够啊！只要城里的粮商硬挺几天，粮仓的粮食一旦售空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还请大人指教啊！杜大人难道忘了我在城外的那批赈灾人了吗？赵钱韩林4大家族盘根临江城100年，他们势力错综复杂，恐怕他们知道粮仓的虚实啊。他们知道，他们能扛，但那些外地的粮商，那些临江城大大小小的粮商，他们能扛吗？先卖就赚，后卖破产，不卖净亏。如果是杜大人您怎么劝？阴谋可以堵，但阳谋你怎么逼？哦，原来您是想借外地粮商互相踩踏，逼4大粮商卖粮。下官这就去办。哎，等等，大人还有什么吩咐？城里的粮食不多，不能卖得太快，让百姓排队购买，一户一户的登记，再对外放出消息，说是陛下要准备赈灾，运了1万车粮食前来临江城。本官生平最痛恨的就是那些发国难财的奸商，所以这一次，本官会让那些奸商全部破产。大人此计真是太毒了，这帮粮商遇到大人，真是倒了10辈子的血霉。这回临江城的粮价恐怕要暴跌了。上官大人，本公子嘱咐你做的事情可完成好了？放心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那就好，等着看本公子的手段。不过，御史大人方才说的那些小道消息，只怕那些外地粮商不会信。上官大人，你错了。上官大人还是不懂人性。那些外地来的粮商，他们跨越了几10公里前来卖粮，路上最少损耗1/10。徭役、伙夫、每日的饭钱和工钱，多拖1个月，他们的成本都在发。行，我纵然他们硬有不卖，那他们回去又是一笔更大的成本。这个时候，哪怕是有那么一丁点风吹草动，他们都会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并且这个局最重要的点在于此，第一批出手的粮商还有赚，后面出手的粮商恐怕连汤都没得喝喽。大公子，您不会有朝一日将奴婢给卖了，奴婢还替您数钱呢吧？这几日工资你没完呢。本公子是那样的人吗？好好帮本公子捏捏肩，你要是捏的不好，那你可小心。公子您快坐。大力一点。天下贪官奸商，其心之狠难以想象，寻常手段难以遏制，恶人当以恶人抹。崔状元这等栋梁之才，用尽手段，不过才将清水城的粮价遏制到了82文一，至此便再也跌不下去了。若高阳这等计策毒辣之人手段尽疏，能将粮价压到多少？200文一斗，谁买得起？传御史大人令，张贴榜文，从此刻开始开仓放粮，只需105文便可买到低价粮，数量有限。什么？开仓放粮？105文一斗的价格放粮？哎呀，
终于开仓放粮了！105文一斗，我们有救了呀！我们有救了呀！真的降了！真的降了呀！真的降了！林老，这临江城粮食已经涨到了250文一斗，我等还不出手吗？你们下去吧。慌什么？临江城内，我们4大家族联手，便可垄断粮价。这泼天的富贵，最少也得要300文一斗。300文？我等能有这种财富，多亏了高御史，只是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竟然张贴榜文令，不得低价卖粮。哎呀，他懂什么治国道理？他可能以为粮价一升，就有粮商开始抛售啊！他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林老，大事不好了！县衙忽然贴出榜文，以105文一斗的价格压低粮价，百姓闻风而至，排起了长队，一眼望不到头啊！什么？姓高的小子不讲武德，这分明是想坑我们一把！林老，我该怎么办？大前连连天灾，粮食一路飞涨，临江城粮仓里会有多少粮食？够全城老百姓吃吗？临江城老百姓超出10万，往年收成不好，粮仓里必定会忽略了粮食。县衙此举，这是逼迫我等恐慌，耗着粮食降低粮价。看来我还是低估了长安来的高御史啊！这小子还挺阴险的。临江城粮价绝对不能大跌，除非我等抛售完毕，获利离场。既然他们开仓放粮，他们放出多少，我们就吃下多少。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少粮食。我等荣辱一体，紧跟林老。大人，前来买粮的百姓之中多了一些陌生的面孔，他们争相买粮，并且是大手笔购买，而且还从中起哄粮仓储粮，扰乱民心，还望大人速速决断。这必定是4大粮商从中作梗，冒充百姓疯狂囤粮，以维持粮商的垄断。临江城如今粮价可降，属下一直派人盯着，现在粮商并无动静，粮价也没有降下来。尚未降价，这可不可小。以4大粮商的实力，用不了多久，粮仓就会空。若让百姓知道，势必引发新的动乱。让我的命令下去，把这些从中作梗的人给我丢出去，并且放慢速度卖粮。是。慢着！本官突然改变主意了，他们财大气粗，既然要扫荡，那就给他们。本官倒要看看他们能吃下多少。大人，如果如此的速度，用不了1天，4大粮商就会把所有的粮食扫空。外地的粮商还未降价，本地的粮食就是天价，这可使不得呀！当观望，这是天性。开放粮仓只是计划中的一步。即刻起，封锁城门和码头，命令城外的将士押送粮食入城，进入粮仓，务必要让全城的百姓目睹有源源不断的粮食进入临江城。一切按照步骤说的做，1日之内，临江城粮价必跌。只要将粮仓内的粮食控制在1天之内，让市面上的粮价降得更低，这就算赚了。按照本官说的做，放货。是。见此令牌，逐见陛下。即刻起，封锁城门，一粒粮食都不得出城，否则杀无赦。谨遵陛下旨意，取路次来，一粒粮食都不能出城。是。陛下有旨，广阳境大灾，特批10万车粮食前来赈灾。这是运往临江城的第1批粮食，尔等人人有份，要多少有多少。粮食太好了，赈灾粮到，是陛下，谢陛下，陛下万岁！
万岁呀，陛下万岁！什么？陛下刚动用了10万车粮食前往广阳郡赈灾，全城百姓都目睹了第一批粮食进入了粮仓。哼，一帮蠢货！那里根本就不是粮食，那绝对是沙子，用这种伎俩来欺骗老夫。哼，给我全力扫荡！等到粮仓里面有了粮食，我看他们如何收场。我等必定竭尽全力共进退。大人，还有人分批大笔买粮，应该是4大家族的人还在囤粮。他们要，那就继续卖，全卖。按御史大人的吩咐做。是。杜大人，随本官换身衣服出去逛逛。真正的好戏开场了，粮价要暴跌了，踩踏开始了。大势倾压，4大粮商不过是螳臂当车罢了。走，随本官看戏。御史大人，这是要我们的命啊！70文的收购价格，算上路上成本，成本足足到了80文一斗啊！别看现在价格涨到了250文，可官价只有105文啊，咱们压根卖不出去呀！对呀，现在卖1斗还能大赚25文，再卖一点，倾家荡产了！卖100文，100文，全部抛售！对，抛售！哎呀，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100文一斗，100文一斗啊！100文一斗，这不讲道理！卖我也卖，我的成本价更低。万一御史大人封粮封个10天半个月，那我们就亏大发了。93文，我还能赚一笔。一家大甩卖，93文一斗，93文一斗，来，93文一斗。大人，仅用了不到1刻钟，临江城粮价就暴跌了170文之多，最低到了93文一斗。大人的手段，下官叹为观止啊！93文一斗，杜大人，你太小瞧踩踏效应。这些外地粮商不过是打响降粮价的第一枪，真正的暴跌才刚开始。大人的意思是说，大粮商还没抛售，但这绝不可能。前赵韩林4大粮商一直互通有无，铁板一片，他们不可能抛售。如今这局面，大人的手段已经可以向长安交代了。下官这就去向女帝上奏，为大人请功。铁板一片，杜大人，你太高看这4大家族了。你且记住一句话，这句话不光在长安天下适用，哪怕是过了100年、1000年，也同样适用。大人请说。同生易，共死难；同富贵容易，共患难难。外地粮商入城，本官开仓放粮，这些粮商们互相猜忌、踩踏，临江城粮价的暴跌，谁都扛不住。利益之下无朋友，大人一番话如醍醐灌顶一般，下官拜谢大人。高公子这阳谋，上官佩服。只是有一事上官不解，说这些外地粮商不恐慌抛售，那该如何？这是人性。临江城4大粮商手中的粮食大多都是去年的陈粮，他们成本够低，自然是不急。可这些外地粮商不同，他们有的是倾家荡产想大赚一笔，有的是高价卖粮，不惜跨越几十里想来赚差价。这几十里地的路程，也是一个恐怖的数字。临江城大势已定，坐等粮价暴跌便是。这定国公之孙倒是有点意思。杜大人，粮价终于跌下来了。杜大人，多亏了您呐！这粮价再不降，我们一家就要饿死了。谢谢你。林老，大事不好了！临江城粮价已经跌至90文一斗了。不可能，我们的还没出售，又花费数十万两扫货，临江城的粮价不会这么低。区区几个小粮商影响不了大局，你再敢胡说，我乱棍打死你！是外地商人，他们不讲规矩，大肆抛售。按照这个下跌趋势，恐怕粮价就会跌至90文一斗了。放屁！临江城我4家独大，哪来那么多的外地粮商？我想起来了，高阳这个小子真是心思歹毒啊！林老，你想到什么了？快告诉我呀！老夫玩了一辈子的鹰，最后竟然被鹰啄瞎了双眼。林老，您就别卖关子了，
这高御史到底想做什么？哼！张贴榜文，让我们不得低于150文一斗的价格售粮。高阳这小儿，你以为他真的给我们天大的富贵吗？如果粮食涨到150文一斗，除了我们受益，尔等想想还会有谁？高阳是想抬高临江城的粮价，吸引外地粮商前来售粮。临江城50文，一路到了100文一斗，但整个广阳郡的粮价大差不差。受灾严重的100文一斗左右的粮价，好点的80文一斗附近徘徊。那高阳到了临江城，粮价提高了150文一斗，而且还有可能攀升50文一斗，甚至80文一斗的利润，吸引外地粮商疯狂涌入。接着，他等到时候差不多了，便让县衙粮仓开仓放粮，以105一斗的价格抛售，令粮价暴跌。可惜呀，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，还以105文一斗的价格全面收割县衙仓内的陈粮。这高阳小儿真是好生歹毒啊！报，李老，县衙张贴榜文称，如今粮仓粮食充裕，御史大人体恤百姓，命临江城县衙粮仓以90文一斗的价格售卖，又足低了15文一斗。御史大人这是要我们的命啊！不止如此，我还看到县衙人穿着便服，以93文的价格买了不少的粮。我们以105的价格扫了县衙粮仓，县衙竟然用我们的钱，用93文来扫货，再以90文卖。这一来一去，他竟然自己赚了7文钱。李老，外地粮商纵然能压价钱，短短几日不会有多少粮食。县衙粮食全是沙子。只要我等同心，恪守底线，等粮价回到100文以后，我还是能够大赚。可如果现在抛售，那我们在临江城就全完了。林老言之有理，此等拙劣的决策，在我等看来简直漏洞百出。我们临江城4大家族共同进退，我这就下令，不许一粒粮食卖入市场。告辞。临江城4大家族情同兄弟，断不会做这种损人不利己之事。告辞。林老，我这就去吩咐林家铺子一文不加。混蛋，蠢货！林老你，老夫要是不卖，他们卖怎么办？那么等待老夫的就是破产一条路。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，明面不卖，私底下抓紧去卖。吩咐下去，以90文一斗，不，以87文一斗给我卖出去！快去！87文一斗卖出去！这批粮食砸到手里可就亏大了。快去！是。回府，谁不卖谁是傻子！我们知道临江城涌入了多少外地粮商，必须以最快速度出手。走。是。林老，其他几家也开始售卖了。这几个王八蛋，老夫就知道他们靠不住。传令下去，让林家各大米铺随之降价，哪怕亏本也得给我卖。快去！是。大人，请。启禀大人，临江城粮价已低至87文一斗。报告大人，临江城粮价已低至80文一斗。启禀大人，临江城粮价已降至75文一斗。这茶不错。待大人返回长安时，下官将此茶给大人备上一些。当然，下官自掏腰包，只是人情往来。哎，这就不必了啊！本官最不喜欢这些俗物，直接折现吧。高御史，哎呀，上官大人，你瞧瞧你，本公子是这种人吗？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。罗大人，属下还有一事，4大家族为何会这般踩踏？如果没有他们抛售，光凭外地粮商，粮价不会跌得这么快。那我告诉你啊，4大粮商因利团结在一起，注定也会因利
分崩离析。自古以来，人性便是如此。相较于外地粮商，他们少了很多成本，他们少了运输、人力等成本，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不会慌啊。一旦临江城的粮价稳定，他们手里的粮卖不出去，明年将会担更大的风险。明年的粮食收成一旦好，新粮尚且足够，那就更别说陈粮。粮价低于30文一斗，那也是常态。他们呀，宁愿割肉离场，也不愿意去赌明年的血本无归。只要想清楚了这一点，他们的行为也就不奇怪。先出手自己活，别人死；后出手别人活，自己死。那如果他们联手，互相约定都不卖呢？每个人都会想，如果我不卖，他们会不会偷偷卖？如果他们偷偷卖完了，那我岂不是完了？心理作用之下，总有一家会忍不住卖。临江城这么屁大点的地方，他们又都是地头蛇，瞒不过其他3家的，所以踩踏是必然事件。只是本公子也没想到，他们竟然能砸得这么狠，这是要彼此命的节奏啊！下官多谢大人指点。行了，接下来就按照计划行事，整个临江城的粮价很快就能进入稳定了。大人是说翻修府衙，大办龙舟？临江城之危不仅仅是粮价的问题，其根本原因在哪？暴雨冲田，颗粒无收。是，但也不是。大灾年间，百姓没有收入来源，这才是粮价暴涨的根本。所以，在咱们解决了粮价问题之后，首先要解决就是百姓收入的问题。只有百姓有了稳定的收入之后，才能在这场大灾中活下去。否则，对于百姓而言，50文一斗和250文一斗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总归都是买不起。原来如此，大人有王佐之才，女帝若能得到您的辅佐，必定是大钱盛世啊！哎，兔大人，谬赞了啊！本官也不过是顺势而已嘛。其实出于自保罢了。嘿。哦，最新消息，前赵韩林4大家族撕破脸皮，钱家把粮价压低至70文一斗。70文一斗，这比清水城的82文一斗足足低了12文。哎，好了，临江城的粮价已成定局。那这个呢，是本官给这几日拜访的方丈写的亲笔信。待你这个府衙开始翻修之后，派人送去就是。杜大人的能力，整个临江城都是有目共睹，本公子很放心。这份功劳啊，本公子吃到这儿就足够了，再待下去意义不大。倒是杜大人，您很需要这份成绩。大人对下官，简直令下官无以为报啊！大人对下官，简直让下官无以为报啊！举办大型活动，以免3年商税为由，这件事情在长安的规矩来说是需要陛下批准。本公子这次回去就解决这件事情。杜大人能力，本公子放心。但本公子要提醒你，千万不要因为怜悯百姓而加大付给他们的工钱，这就会弄巧成拙。大人之言，在下字字记在心里。好了，起来，接下来就交给杜大人了。是。绿萝，走，随本公子回去收拾收拾行李，回家喽。好。对了，消息传播的较慢，近几日呢还会有外地的粮商陆续抵临江城码头，可将其全部抹杀，逼他们割肉。但这个粮价不能持续走低，否则那些百姓会觉得能更低，中间亦要有起伏。至于怎么去把控，公子已经全部细写下来，放在县衙伏案上。杜大人照做便是。下官拜谢高公子。这是临江城本地的一些茶叶，还望高公子收下，以表谢意。哎，杜大人有心了。好了，恭送大人。
大人，那可是您足足3年的俸禄啊！旁边还有上官大人，这若是被陛下知道了……什么3年俸禄？这是临江城本地的茶叶。本官一生做人坦荡，从未欺压百姓，也未求于高公子办事，只是以表感激之情。就算女帝知道，那又如何呀？本官曾2次上奏弹劾高公子，以致高公子每次降下粮价，还要马不停蹄地赶回长安。本官若不聊表谢意，还是人吗？走，回府。本官要3奏女帝。这封密信务必以最快的速度传至长安，直达陛下手上。是。高公子，这临江城的茶叶不过才100文1两，又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你至于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？哎，上官大人，你这就不懂了，这个叫心意大过一切。不对，这里面不是茶叶，让我看看。不行，这马车不稳，山路颠簸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还望自重啊！你说，要是这颠簸挣扎之中，我不小心亲到你呢，或者摸到你哪儿，那本公子可就要叫出来了啊！你还要叫？我明白了，你方才那番话是故意激起杜大人的愧疚心。明明几件衣服随便就可以走，可你却拖上半个时辰。你这分明是留时间给杜大人去取钱，这里面恐怕也不是茶叶吧？高阳，你这是自误，这是当众贿赂。唉，上官大人，那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喽。宋家大小姐未免太美了，听闻宋家和定国公府大公子高阳有婚约，真是便宜他。你这都猴年马月的消息，宋家早就前去定国公府退婚了，这事都传遍整个长安了，你不知道？我这段时间不在长安，哪里知道这等大事？哎，连宋家大小姐站在那儿等谁啊？芊芊奉父亲大人之命，特在此迎接。啊，是崔公子。据闻崔状元去了清水城，以雷霆手段镇压粮价，短短几日便令清水城粮价从100文1两跌至82文1两。宋家小姐已经在此迎接，看来宋家和崔氏有意联姻呐。宋姑娘亲自前来迎接，真是崔某天大的荣幸。父亲大人已在府内为崔公子设下接风宴。崔伯父也在府内，特为崔公子接风洗尘。待崔某上禀女帝陛下，便立刻前去。宋姑娘，请。崔状元已经回到长安，明日早朝，纵然是你高天龙，也挡不住朝廷大事。老夫必参你一本。这宋家根本没有将我定国公府放在眼里，竟然当众让宋青青去迎接崔星河，实在过分。崔星河是青年才俊，陛下身边又缺心腹，宋家在崔星河身上下注，这倒不难理解。就这等女子未能嫁入我定国公府，那倒是一件幸事。可是那崔星河已经提前返回长安，这就足以证明清水城大局已定。退一步来讲，最起码也是82文1斗。明日太极殿恐怕不平静啊！这个孽畜临行之前，我还特意叮嘱他，宁可不做事，也不要做错事，否则怎么会酿成今日这大祸呀？老夫啊，倒是欣慰。欣慰？再蠢的纨绔，哪怕是傻子，他也不可能做出这种荒谬的事儿来。这代表莹儿在向齐超，整个朝堂皆知这一点。
只是所有人都不相信罢了。老夫也不相信，但是这份心我很欣赏。否则，如何赢满腹论经的崔家状元？我定国公府宁可站着死，不可跪着生。杨儿并非庸才，这棋盘尚未落子，又岂能轻言胜负？难道真的是朕看错？崔星河短短数日就将清水城的粮价下跌至80文一斗，高阳倒真是让朕失望。罢了，纸上谈兵，终究不能堪当大任。上官大人派战马送来一封书信，务必要陛下亲启。不仅如此，杜大人也再次派出快马送来一封奏折，特意嘱咐这奏折务必要陛下亲启，再抄录给御史台。呈上来。上官派人送来了一封信，杜江也快马送来一份奏折，还全都要朕亲启。难道是临江城民愤压不住，爆发了一场大乱？朕果然没有看错人。我没看错吧？陛下笑了。奴婢伺候了这么久，还是头一次看见陛下露出这般惊心动魄的笑容。御史台那帮谏官这段时间一直在恶心朕，明日朕要好好出一口气。这份奏折不必抄录一份，都下去。一日之内暴降150文，甚至要降到50文一斗。好一个定国公之死，朕倒还是低估了。折腾了这么久，终于回来了。这次本公子要好好享受。什么叫折腾？能为百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这分明是无上的荣耀。上官大人说的对，上官大人开心就好。高大人，上官大人，陛下有旨，今日早朝，陛下要召见。何作为啊？怎可如此行事？孽畜！今日为父算是丢大脸了。今日之后，崔氏一族将以我崔星河为主，族谱当以我单开一页。至于什么高阳，一介纨绔，也能和我这状元之才争辉，可笑！陛下驾到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平身，谢陛下。今日朕要论功行赏。陛下，崔状元以雷霆手段，短短7日就令清水城的粮价降至80文一斗，实乃王佐之才。老臣恳请陛下重用。陛下寻天下英才，欲开启长安万世基业，不惜以清水、临江2城作为比试，现下高下一判，请陛下有功重赏，有过重罚。本官这当徒子，竟然官商勾结，坑害百姓，粮价涨到200文一斗，应当重罚。今高下立判，还请陛下严惩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陛下以1城百姓开启比试，现临江城10万百姓生活于水火之中，乃暴君，必遭史书唾弃。周老爷子这番话，好像高御史是个什么十恶不赦的人。周大人可说完了？老臣想说的已经说完了。临江城再不加以管控，继续任由粮价暴涨，一旦发生骚乱，席卷天下，陛下就是天下的罪人呐！陛下，临江城粮价暴涨，臣也有所耳闻，真感痛心呐。
臣身为长安臣子，愿前往临江城替陛下分忧。虽然临江城那4大粮商极为难产，可是臣有十足的信心和手段。崔公子好手段啊！某定国公之孙，再如何也只不过是个纨绔。崔状元大哉！崔状元心系天下，实乃我辈之楷模。是啊，陛下，若继续任由高阳的贼子胡来，临江城只会乱成一团废墟，到最后饿死百姓不说，还会坏了陛下名声。崔状元的功绩，我们大家都是有目共睹。短短几日内，就将清水城的粮价压到最低，跟这个高阳相比，那是好了不知道多少倍。各位大人过奖了，陛下，清水城之粮价，臣不过是动用了一点小手段。眼下当务之急乃是临江城，若临江城不加以制止，恐怕会引起骚乱。就像周老头子所说，届时影响的可是陛下的声誉。让臣去，臣愿前往临江城解决当下之祸乱。若我能连续解决2成的粮价，陛下绝对会重用。至于你高阳，被众人弹劾，你难逃一死。逆子休要给老夫摆烂！我就告诉你，这可是在朝廷之上，得罪了陛下，那可是要杀头的。哼，爷，您就看好吧，看孩儿是如何给你长脸的。都说临江城粮价暴涨，可是朕怎么听说临江城粮价暴降至70文一斗？杜县令，阁下是少将军，回城有何事？高阳呢？你是去哪儿了？已找高御史高将军，他于前几日回去了。回去了？是，您找高将军有何事啊？听说临江城的粮价不降反升，涨到了200文一斗，可有此事啊？这确实，但是没事了，将军非杀了他不可。大人，大人，什么？临江城的粮价跌到70文了？临江城粮价居然到70文一斗，这不可能啊！70文一斗，前2天有消息不是说已经突破了250文一斗了吗？这是临江城府衙杜江昨日连夜加急送来的奏折，里面清楚地写着2日之前临江城粮价突降70文一斗，甚至还在下降。定国公之孙高阳下令张贴榜文，要求不得低于150文一斗出售，乃是利用商贾的贪婪，骗外地粮商纷纷赶赴临江城。至于其他手段，上面都一一写着，尔等自己去看。一个栋梁之才，皆被尔等的狭隘之心疯狂弹劾，真是令朕痛心。这抬高粮价，吸引外地粮商，待外地粮商入城后开仓放粮，冲击粮价。外地粮商因为成本和损耗，便纷纷抛售，以此带动本地粮商卖粮。天下竟有如此手段！阳儿真在长拙，初应当展翅高飞，鹰击长空啊！可他下令重修县衙，举办大型比赛，如此灾年，这么行事，这不是鱼肉百姓是什么？崔爱卿，这个问题不光你好奇，朕也好奇。高阳，杜县令在奏折中说，你要重修府衙，并且举行大型龙舟赛事，拔得头筹者可免3年商税，此事是真是假？启奏陛下，这是臣的主意，还望陛下恩准。大灾年间压榨百姓，高御史，你可知此事触了众怒，有多少人弹劾你？高阳，大灾年间百姓吃喝都困难，你如此压榨百姓，这恐怕不合适吧？高御史鱼肉百姓，还请高御史给天下一个幸福的理由。
我想问王将军和崔状元，乃至整个朝堂上弹劾我的诸位一个问题：临江城粮价跌至70文一斗，外地粮商涌入本地粮商抛售，以后甚至会跌到50文一斗。但就真跌到50文一斗，百姓真就买得起吗？朝廷又有多少赈灾粮呢？一味的开仓放只会延缓灾民的死亡，百姓找不到工作，赚不到钱，这才是根本原因。更何况一味的赈灾之下，会有诸多的百姓等着赈灾粮，国库的粮食根本就不够。真正的手段是以工代赈，让百姓有活干，有钱赚，这才是上策。以工代赈，何为以工代赈呢？天灾之时，哪怕是管一顿饭没有银两，灾民都会十分的感恩。若各大府衙、富商接连出手，只要临江城粮价趋于稳定，灾民便能撑过去。这便是以工代赈。好一个以工代赈！纵然是以工代赈，这百姓一天10文，未免也太苛待了吧？王老将军不懂民生，适当的沉默，总比贻笑大方要好。高阳小儿，敢辱我，找死是吧？住手！我定国公府的人，也敢在朝堂动手？老夫在此也有你说话的份儿。杨二，你尽管说，这数十日你不在长安，倒是不知朝中的非议。今日你大可全部说出来，给我长安弹劾你的肱骨之臣，好好听听。孙儿明白。王老将军，令灾民翻修府衙固然可以一天30文，甚至是50文的工钱，但王老将军可曾想过，高价的工钱，当地豪绅是否会跟风？唯有让豪绅看到灾民为了活着，愿意十分廉价的干活，他们才会雇佣。甚至只有府衙当这个恶，令灾民叫骂。对呀，当地豪绅稍微抬高工钱，就会收获不错的名声。对豪绅而言，一来能收获名声，二来还能比太平年间便宜1倍的工钱。若是府衙的工钱良心，豪绅无利可图，又无名可图，他们吃饱了撑的来趟这趟浑水。高阳，你去寺庙里，并非只是单纯的拜佛吧？高阳，你去寺庙里，并非只是单纯的拜佛吧？陛下圣明，我临走之前再书信一封，告知寺庙太旧，迟早要翻修，不如趁着大灾年间抓紧翻修寺庙，否则以后工钱可能要贵上不少。再抛出我佛慈悲当济世救民的旗号，寺庙本就陈旧，现在翻新不但省了钱，还能打着我佛慈悲的名号收拢人心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拒绝的理由。如此，豪绅和寺庙不但收获了利益，还赚取了名声，当地的百姓赚到了钱，三方各取所需，再加上粮食的稳定，百姓才能有一条活路。那你为何要举办大型龙舟赛事？我长安商税颇重，若以拔得头筹者，减免赋税3年，当地乃至外地的大豪绅必然心动。大型活动之下，百姓生来就喜欢热闹，届时不仅是当地的百姓，哪怕是临江城附近的百姓都会蜂拥而至。这人一多呀，就会带动消费。不管是吃食还是旅店，商贩的生意都会大好，这是必然。只要将整个赛制拉长，又提供多个摊位，3重手段齐出，这一段灾期也就算过去了。如此一来，你可知会背负多少百姓的骂名？只是区区骂名，却能救千人万人，这又有何妨？定国公府的家风向来如此。不愧是当代纨绔，在下佩服。武成，高御史还有如此大才，臣铁心佩服。若非是你当初撺掇阶下皇袍，我又怎能为陛下、为百姓效劳？臣应当感激你才是。高御史大才，
高御史实乃我辈之楷模。臣冤枉高御史了，以致胡言乱语，恳请陛下责罚。哎呀，老爷子骨头硬，刚正不阿，满朝堂皆知。现在面对着高阳，竟然心甘情愿弯腰向女帝请罪，这简直不可思议啊！朕当然要罚。众爱卿饱读诗书，皆乃长安肱骨之臣，却无一人看得出这平灾法子，反而屡次上奏弹劾三朝元老周老、破虏将军王忠、礼部尚书宋武，皆罚2个月俸禄，以儆效尤。高阳，你平灾将粮有功，可想要什么赏赐？臣想入主户部，为国效力。户部这般表现，竟然不做朕身边的中书舍人，治国安邦天下，竟想着入户部。这个兔崽子，好好的中书舍人不做，来户部干什么？定国公之孙高阳平定临江城驾有功，赐户部司员外郎一职，保留监察御史。崔家崔星河平清水城梁驾有功，升中书舍人。户部司员外郎，这在长安算是一个6品官员，并不算小啊。臣高阳拜谢陛下。高阳，你还真是胆大呀！臣崔星河拜谢陛下。退朝。高阳，总有一天我崔星河要证明没有不如你。中书舍人，你为何不要？我知你善商贾之道，但那终究是小道，比不得女帝身边的人。此举啊，有些糊涂。哎呀，爷爷、父亲，你们误会了。孩儿入户部，纯粹是因为父亲大人是户部侍郎，尚书呢又已年迈病重。正所谓有官小办事儿，那孩儿入了户部，岂不是就可以在户部横着走了？所以入户部才是正道。况且中书舍人代表陛下的颜面，不得胡来。儿臣素来又比较荒唐，喜欢没事儿去一些风雅之地听听小曲儿，一次倒是无事儿，那经常去总归是要被御史台弹劾的。父亲大人和爷爷都是过来人，你们懂的。所以因为是长安的勾栏，你连中书舍人都不要了吗？孽子，今日你难逃一打！住手！有何好追的？费力，回府再奏便是。父亲，好吧。婉儿见过陛下，将临江城发生的一点一滴全都告诉朕，朕要知道一切。先关闭临江城粮仓，外地粮商入城，本官开仓放路。这些粮商们互相猜忌、踩踏，临江城粮价的暴跌，谁都逃不出。等着看好戏了。7日之内，临江城粮价若是不降，一切后果由本公子一力承担。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，从到临江城的第一天，便打算好了接下来的每一步。这个高阳可真是个人才。婉儿，你对这个高阳怎么看？此人虽有经世之才，可这亦正亦邪，且十分胆大。哦，臣跟在他旁边，他竟然敢暗示杜大人送礼，而且臣严重怀疑他就是故意坑杜大人一把。只可惜啊，这杜大人两袖清风，一心只读圣贤书，到现在怕是还蒙在鼓里。凡有大才者，朕不怕他们贪，更不怕他们好色，但朕更怕他们没有弱点，有弱点才好掌控，才能为朕所用。陛下，这高阳胆大的地方还不止这些，他还想看臣的腿。这个高阳确实胆大，但他不只对你一个人胆大。自朕登基以来，敢在朝堂公然看朕的腿，唯有他一人。什么？他竟然敢公然看陛下您的腿？他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不成？陛下应当下令立刻挖他的眼。无妨，女帝谁不想征服？可又有谁能征服得了？恭迎少爷回府。孽子还愣着干什么？这本身就是属于你自个儿的荣耀。等晚些时候，老夫再来找你算账。全都散了吧！区区临江城显威，弄得跟中状元一般，让人瞧见了，成何体统？散了，散了。是。杨儿，
老夫有话要跟你说。你走吧。是，父亲。坐吧。老夫听说你谋事有三呐，谋人、谋己、谋天下。谋己者，独士也。你这个独士，无愧于谋己二字，倒是谨慎得很。祖父谬子，爷爷叫孙儿留在此地，恐怕是另有深意吧？为何要藏拙？定国公府树大招风，爷爷在军中又有无上的威望，孩儿若是顽固，定会令一些人安心；反之，则会令先帝猜忌。孙儿之伪装，未免也太像了，就跟真的纨绔一样。老夫差点都想亲自清理门户。好吧，其实孙儿原本想当一辈子纨绔，花天酒地，饮酒作乐，勾栏听曲。但没想到先帝离奇暴毙，新帝登基，朝中许多人对我定国公府虎视眈眈。孙儿没办法，只能挺身而出。这个理由倒是有些信服力。每个人呐都有自己的秘密。老夫想问你，当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爷爷指的是……少跟我装糊涂！老夫派人查过了，当日你在胭脂阁饮酒作乐，忽然就走出来，当众揭了女帝的求贤诏，这背后必有蹊跷。方法，你把他揭了，揭。当日荣亲王之子武成约孩儿饮酒作乐，期间那么一挑衅，孩儿冲动之下就接下了陛下的求贤诏。荣亲王，真的就那么一挑衅？什么都瞒不过你。他以宋家之女宋青青故意挑衅，那孩儿一不小心就上了当。是不小心还是心甘情愿呢？这舔狗的名号我是不是也被定了呀？你可知这宋家小姐当众向定国公府退了婚，就在昨日，还到城门亲自迎接崔星河回长安。因利而退婚，自然也会因利接近崔氏，这很正常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过几日还会回来找孙儿。那你想怎么做？娶回来当定国公府主母如何？你看这是什么？一根普通的棍子。此棍虽普通，但断你3条腿只需3棍。爷爷切莫着急，孩儿只是开个玩笑，孩儿断然不会跟他再有半点沾染。相反，孩儿定会让他后悔与我定国公府退婚。这还差不多。勾栏听曲也好，日笙歌也罢，但宋家此女沾不得。话又说回来，荣亲王贵为辅政大臣，权倾朝野，武成敢当面设计，你打算怎么做？自当是报复。若无荣亲王的首肯，武成断然不敢如此设计孩儿。朝中弹劾的朝臣背后，说不定也有荣亲王的身影。说白了，有人不想定国公府，权柄滔天。若孙儿没能得到女帝的侧目，此时孙儿就会成为荣亲王刺向爷爷的一柄利剑。你想怎么做，只管大胆去做，永远记住，定国公府是你的后盾，这其中分寸，老夫就不多说了，你自己把握。这长安日后终究是你们年轻人的朝堂。孩儿心中已有一计，不过此计需要时间布局，时机一到，荣亲王必将满门抄斩。荣亲王不仅是先帝的手足，更是3大辅政大臣之一，朝中、军中门生顾虑众多。除此之外，更有先帝所赐可免一死的免死金牌。你确定能让荣亲王满门抄斩？爷爷，您有所不知，免死金牌最大的作用就是不免死。爷爷放心，孙儿心中自有办法。不是，老夫就等着看你的手段。若能兵不血刃除掉荣亲王，我定国公府定再大兴100年，老夫纵死也能含笑九泉了。走啊，走！高阳，我必杀你！大少爷，房间已经给您收拾好了，可以歇歇了。你这身衣服不好看，过几日本公子带你去换一身新的长裙。大公子，一套长裙可要不少钱呢。哎，这有什么？本公子现在有的是钱，去把本公子从临江省买的特产茶叶拿过来。茶叶被老爷给拿走了。
啊！你这孽子还算有点良心，知道给老夫带来一些临江城的特产。这茶叶虽然不贵，但是沉甸甸的，我算你有心了。孩儿什么时候说那个茶叶是带给父亲的特产啊？你这个孽畜！这有什么好隐瞒的？还让上官大人亲自派人前来告知，说这茶叶是你特地从临江城给老夫买来的特产，特意来孝敬老夫。这尽孝有什么好隐瞒的啊？还特意让上官大人亲自告知老夫自取。哼，胜过婉儿了，我的钱！父亲大人，孩儿原本想给您一个惊喜，没想到那上官大人竟然提前告知。父亲大人，那茶真贵，父亲大人切记要一个人品尝。孝心归孝心，但一码归一码，屁股翘起来吧。父亲大人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这个孽畜！难道忘了为父对你所说的话了吗？你放着好好的中书舍人不干，却偏偏跑来户部混吃等死，就冲这一点，你就该打。所以，父亲大人特地前来，不是感谢孩儿的孝心，而是要抽孩儿。这两者好像并不矛盾吧？吕罗，去拿家法来。临江城内明知手段不走寻常路，你这个孽畜为何不派人回长安告诉为父一声？你可知道整个定国公府上上下下这10日以来为你承担了多少压力吗？再者，你这个孽畜明明有惊世大才，却偏要藏拙，故意装一纨绔来气杀老夫，难道就冲这一点你就不该打吗？哎，父亲大人，不要！父亲大人，这一切都怪孩儿，怪孩儿这怯懦的性格。每次孩儿想光耀高家门楣的时候，都害怕损了定国公府的声誉，都害怕遭了父亲大人您的毒打呀！中书舍人乃女帝近臣，若能成为中书舍人，势必能成为父亲大人您的骄傲，给父亲大人您长长面子，出去也好显摆显摆。以往要揍这混小子，这小子上蹿下跳，甚至不惜爬树翻院墙躲避，哪像今天这样痛快？不对，非常不对。可孩儿竟然害怕成为中书舍人，一旦做错，又会遭到父亲大人您的毒打。最重要的是，会遭到女帝的责罚，这一定会损了我定国公府的声誉啊！所以孩儿才主动会将中书舍人让给那崔星河。若此事惹得父亲大人不满，父亲大人您就打吧，您处死孩儿，反正孩儿也不想活了。吵！有什么可吵的？父亲大人，爷爷，父亲大人，他要打死我！杨二所作，我等都看在眼里了，留在户部也并非不好。况且以老夫所见，哪怕朝廷有要事，陛下也会亲见杨二。这杨二还小，打坏了我饶不了你。是父亲，你这个孽子，今日我就看在你爷爷的面子上，暂且饶你一命。你敢！陛下何故叹气？朕登基不久，但天下不太平，各大藩王蠢蠢欲动。但朕若削藩，必定会引起大潜内乱。更让朕气愤的是，荣亲王贵为辅政大臣之首，前几日刚和朕争吵过几句，便借故大病不上朝。这眼里还有半分朕这个皇帝。陛下，事在人为，臣相信这大钱将在你手中迎来兴盛。启禀陛下，关中郡守刘武800里佳节，关中大地大旱数月，爆发蝗灾，百万百姓遭受蝗灾，恳请陛下出手赈灾。什么？关中为何会爆发蝗灾？陛下，关中郡守刘武上书，关中干旱数月，2天蝗虫虫卵大量繁殖，有少量蝗虫，如若放任不管，将来必定迎来超大蝗灾，到时将赤地千里，饿殍遍野。故此800里佳节，还请陛下早日做出应对之策。传令下去，急召朝中3品以上官员齐聚御书房，朕只给他们1刻钟时间。若1刻钟他们还不到，后果自负。是。等等，宣定国公之孙户部外园郎高阳一同旁听。瞧一瞧，看一看，公子，我们这是做甚？当然，
来了。看来这就是荣亲王之子武成。此人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公子有何吩咐啊？近几日你就跟着荣亲王之子武成，他只要去哪里，你便跟着。这一点应当不是什么问题了。公子放心，跟踪杀人，这都是属下的水准之上。你就不问问本公子要干什么吗？身为下人，照做便是。至于其他的，不是属下操心的事儿。哎，对了，你有没有什么蒙汗药或者催眠药之类的？公子啊，这堂堂定国公府哪有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？您这是看上了哪家姑娘，想把人迷倒带走，还是想霸王硬上弓啊？本公子像是这么恶毒的人吗？大公子，你有所不知啊，那日朝堂之上毒计一出，这长安百姓对你可是畏之如虎。这临江城的手段更令商贾闻风丧胆。难怪街上的人看我眼神都不对劲了。哎，算了，切记千万不要弄丢了。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向我汇报。放心吧，公子。小二，买单。客官，你一共消费103文钱。平时都有手机直接扫码，出门都不带现金的呀。知道了，结一下账。公子，我身上也没钱。宋小姐，高公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你看，我就说我跟宋小姐认识，这个伙计还不信。宋家乃朝廷大员，怎么会缺这点人啊？宋小姐，这位公子消费103文钱，您看是现在给还是等会儿给？什么？父亲大人，高中发生了何事啊？父亲大人，这高阳藏拙，而今不仅没有被陛下责罚，反而还被重点看重。老夫早有预料，自从高阳的小子在朝堂上回答了陛下的问题之后，就觉得此子不简单呐。那父亲大人，你有何决策？自古以来，蝗灾都无法解决，女帝刚登基便发生如此大事，只要稍加手段。太看啊！高阳，你可真是让我好找！你知不知道我找你多久，又派了多少人来找你？长安怎么了？关中爆发超大蝗灾，陛下命3品以上的官员还有你一同前往商议对策，速速随我入宫。众爱卿思考良久，有何见解之法？这样我大前肱骨之臣齐聚，难道就无一人有解决之法？陛下，蝗灾自古以来就难以防范，这是上天的惩罚，确实是避无可避。依老臣来看，我朝只能积极筹备粮草，先一步送到关中地区，做好最坏的打算。上天惩罚？你此言难道是朕登基后，上天不容女子为帝，特降此惩罚作为朕的报应？臣不敢。关中大地有数万百姓，一旦蝗灾肆虐，必定民不聊生。尔等若有良策，只管请讲，朕必当重用。陛下，自古蝗灾伴随着造反，所以老臣认为，陛下除了调集粮食，还应该调集附近大军，早做防备，以免灾民哗变，及时镇压。万万不可！启禀陛下，眼下蝗灾并未大肆爆发，若取大军进入关中，恐会适得其反。更何况大军一旦启动，所需粮饷更是一笔天文数字。与其这样，倒不如全力赈灾。高爱卿说的对，事情还没到派军队去镇压的地步。你说我的法子不行，他们高大人，你有何高见？本官尚无他法。哼，既然如此，你为何反对我的意见？可是一味的大军镇压，这是糊涂之举。高大人，够了！朕叫你们来是来想办法，不是来让你们吵架的。崔爱卿，你可有何良策？启禀陛下，这虫灾自古以来便无人能够遏制，更别提如刘俊从所说，这蝗虫出现2天，已遍地都是虫卵。这些虫卵一旦深入土地里，难以根除。臣觉得，眼下朝廷只能做好赈灾的准备。崔状元所言极是，此乃天灾，仅仅人力不可遏制，当及时赈灾。
历年蝗灾都是人间炼狱，飞蝗一过，百姓颗粒无收，只能活活饿死，甚至是一子而死。如此多灾民，仅仅靠朝廷赈灾，如何能活？高阳小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此等朝会也是你个六品，够资格的。高阳乃朕特召。高阳关中大旱，蝗虫幼卵泛滥，恐有蝗灾来袭，你可有良策？陛下，此等黄口小儿，或者连蝗灾都没有见过，他怎么可能有破解之法？如果他有破解之法，本将军愿意舔遍长安所有茅坑。哦，哎，王老将军，男儿一诺胜过千金，一言为定。陛下，臣有一计，或可令关中蝗虫全军覆灭。孽子，休要胡言乱语！这关中蝗灾涉及万千百姓，岂容你胡来？赶快给老夫退下！高阳，你有话便大胆直说，不必顾虑后果。朕和众爱卿自有考虑。陛下，王老将军的话您也听到了，臣斗胆请您做个见证。这小子不会真有灭蝗虫之法吧？朕听到，你放心。现在最重要的乃是关中蝗灾。既然如此，臣便提出几点拙见。但是在此之前，臣有一个问题要问：这关中蝗灾是已经爆发，还是出现了大量的虫卵尚未爆发？现如今只是虫卵尚未爆发，但能令关中刘武上书朝廷，并做出相应对策，想必此时蝗虫数量必定能。高大人，大量蝗虫出现，必定会爆破蝗灾，且这蝗虫的幼虫已深入地底，难以根除。这两者有何区别？哎，这区别可是大了。若是飞蝗遮天蔽日，那便完全没有任何应对之法，只有以赈灾为首。如果只是出现了大量虫卵尚未爆发，那其中便大有文章。臣有3计，三计齐出，便能大大的延缓关中蝗灾的灾害。快请讲。这第一计，抓。如何抓？朝廷发布圣旨，百姓田野之中去抓捕蝗虫，可按照一定的比例换成粮食。此计一出，百姓必定闻风而动。还以为高大人能有什么妙计，没想到竟是这可笑之计。这哪儿可笑了？你这黄口小儿根本没见过蝗虫来临之际，那般遮天蔽日，一个地方仅需几个时辰便能席卷一空。更何况这田野之间的蝗虫本就难以捕捉，比例过低，百姓根本不会动，否则换的粮食还不够捕捉蝗虫消耗，比例过高，朝廷花费那么多粮食捕捉这些蝗虫有何屁？陛下，臣侄孽子高阳尚未见过蝗灾，一时之下才说出了这令人贻笑大方的政策，恳请陛下宽恕。臣回府之后，定当严加管教。无妨，蝗灾自古难以克制，能出计者皆应鼓励，不予责罚。高阳，你这计策的确欠妥。朝廷以蝗灾换粮，若把比例抬高，这对粮库来说是巨大的压力。再者说，这个蝗虫根本就无用。陛下，谁说蝗虫无用啊？哦，臣的第一计当和第2计一同配合，才能有奇效。你这张嘴比我的长枪还要硬。高阳，那你这第2计是什么？臣的第2计便是吃，可将这些蝗虫统一收集、晒干、烧烤，其味如同飞虾一般，可当作食物。这便能给百姓一个不错的兑换比例，百姓愿意抓蝗，抓来的蝗虫制作出手，卖了的钱补贴支出，这何乐而不为呢？吃蝗虫，臣自古以来从未听说过蝗虫还能食用的。陛下，此乃祸国祸民之计，绝不可取。为何？臣虽然未见过蝗虫，但却博览群书。历史上每一次大灾，蝗虫遮天蔽日，所到之处，百姓颗粒无收。因此，有一些百姓饿极了，确实会出现食用蝗虫的情况。可是蝗虫食用的量少还好，这一旦量过多，均会出现腹泻的。所以，以此可以证明蝗虫是有毒的，不可取也。崔状元所言极是，老臣曾在青州任刺史，当地爆发了巨大的蝗灾，老臣亲眼所见，吃了蝗虫的百姓虽不致命，
但身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症状。此法乃祸民之法。陛下，高阳既出昏招，该将他丢出去。若按此子方案所做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周爱卿此言当真？老臣所言句句属实，敢以项上人头保证。陛下，此蝗灾乃上天的惩罚，非老臣胡说八道。冬天不下雪，春天不下雨，夏天干旱，便容易引发蝗灾。高大人，此法虽好，但蝗虫却有毒，此法必定行不通。高大人，本官承认你有大才，可是今天此法却根本行不通。我且问你，这历史上有哪一次蝗灾是以吃而收尾？崔大人，你说的对，但也不对。先前我便向陛下确认，这关中蝗灾是已经肆虐，还是虫卵居多，这一点啊至关重要。高大人，你这是什么？本官小的时候在山上遇到了一位仙风道骨的老人，他给臣留下了一本古籍，古籍上就有关于蝗灾的记载。蝗虫尚未成群时，它们通体为绿色，或者是主要部位呈绿色。此时的蠕虫肉质鲜嫩，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和氨基酸。将它们炸过之后，搭配上臣的特制调料，其味道宛如飞虾一般美味。这蛋白质和氨基酸为何物啊？这大概意思就是很有营养。蝗虫乃是害虫，还能和营养挂钩？长成蝗虫这般模样，即便再有营养，那我也不吃。一旦蝗虫成群结队铺天盖地，那它们就会变成灰黑色和黄色，这时它们性情暴躁，产生毒素，百姓食用过量之后就会危害身体。崔大人和周老所说的蝗虫，那便是这群居的。但眼下蝗灾尚未爆发，完全可以鼓励百姓去捕捉这蝗虫，变回食物，蝗虫成为一道美食，那也未尝不可呀。荒谬，太荒谬！蝗虫既然是绿色，又怎么可能变成黑色？那怎么可能？陛下，这定国公之孙胡言乱语，妖言惑众，请陛下将他严惩。崔爱卿，这蝗虫可有两种形态？这蝗虫确实分为绿色和灰黑色两种，而且此次蝗灾也正如高阳所说，乃是灰黑色蝗虫所致。可这绿色和灰黑色的蝗虫只是独居和群居型的区别，这是否有还无从考证。臣只觉得此事太过于荒谬，绝无半点可信。为了天下百姓，臣户部员外侍郎高阳愿为国效力，陛下所捕的蝗虫皆可以给臣，臣愿以身试毒。绿色的蝗虫皆可卖给臣，臣来想办法解决，如此也算是为国效力了。这无毒蝗虫在后世可都是几块钱一块，价格不比这样肉肠，不仅好吃还便宜。高大人，你可知道你所说的事关关中数百万百姓，这要出了差错，莫说是你，就是整个定国公府也承受不住。有些话慎言呐。这聂子什么时候去过山上？就是什么时候遇见过一个老头，还给了他一本书，而且这聂子能读书。启禀陛下，臣的定国公府愿意以宅子地契为凭证，低价收购一些蝗虫，可缓解国库之压力。臣可也愿意以身试蝗，拼正孽子之话。高爱卿，你可想好了？回陛下，臣想好了。臣之孽子高阳，好不容易大器晚成，我这个当父亲的自当全力支持。倘若这蝗虫真的有毒，那这些银子也全当为国效力了。陛下倒也不亏，想来陛下也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我定国公府满门饿死吧？朕还不至于让底下的臣子来一力承担。既然尔等都无结果，那便按照高阳你的法子来做。有些事只有做了才知道结果，至于亏损，就由朕来处理。高大人，即使你这本古籍所记载是真的，但是也只针对少量无毒的蝗虫。按你的说法，此次的蝗灾乃是灰黑色有毒的蝗虫，这又如何应对啊？臣还有第3计生物防治，天敌相克。
生物防治。高大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此法从古至今闻所未闻。天下万物相生相克，不管是蝗虫还是其他生物，皆是如此。比如耗子怕猫，兔子怕蛇，虫子怕青蛙。一个地方一旦是异种动物肆虐，那必然是它的天敌太少。蝗虫虽然诡异，但也难逃之定律。此计甚妙，若真是有用，或许能解关中之围。陛下，能否讨口水喝？来得匆忙，口干舌燥的，也正好让臣整理整理思绪吧。孽子，说完再喝。赐茶。高阳，我看你甚是喜欢此茶，朕后边可以多赏你一些。现在可以说说那个生物防治该怎么做？冬天不下雪，虫卵冻不死；春天不下雨，土地太干旱。这些呢，就是蝗虫肆虐的原因。旱灾我们改变不了，但我们却能增加蝗虫的天敌。陛下，臣的方案便是从长安征集5万只鸡鸭，组成鸡鸭联军，火速前往关中。一只鸡鸭一天能吃上千只蝗虫，那5万只鸡鸭一天就能吃5000万只蝗虫。眼下蝗虫虽然未长大，只是虫卵，但只需数日便可使其大量的减少。纵然还是蝗虫的蝗灾，但少了几亿只，甚至10几亿只，这也大大的减缓蝗灾的爆发。此法臣将其称为生物防治。生物防治，此计甚好，但是我大前以往为何没人提起此法？陛下，按常理说不应该呀。若蝗虫大举入侵，鸡鸭吃蝗虫，这数百年来怎么没人提呢？周老爷子所言其实不无道理，但是原因嘛，臣早就说过了。这蝗虫一旦爆发，蝗虫体内就会有毒，非但鸡鸭不吃，连鸟也不会吃。纵然它们很饿，但是它们吃的很少啊。但蝗虫幼崽却不同，这对鸡鸭来说简直是上天的馈赠。陛下，高阳所说，匪夷所思。这独居就没毒，群居就有毒，这简直是一派胡言。陛下，此法从古至今闻所未闻，应当慎重。臣愿意以项上人头担保，臣所言皆是真的。自古以来，蝗灾就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根治，反而在小的时候就常常听说大前年年干旱，草木皆枯，蝗灾四起，民不聊生。蝗灾过后，当地寸草不生，甚至民间还有记载一子而食。好，那这次朕就豪赌一次，采用户部员外郎高阳的法子，以生物防治试一试。既然你传承了老先人的衣钵，那此次便由你前去关中赈灾。陛下且慢，臣乃文将，不擅长武略，率领5万只鸡鸭，臣恐怕难以胜任。那你的意思该当如何？依臣来看，此次率领之人，当是一员战功赫赫的猛将。王老将军能文能武，且言谈之中极为了解蝗虫的习性，当然是最好的选择。臣相信王老将军，率领压兵击将，定能凯旋而归。陛下，高阳说的对，用鸡如用兵，事关蝗灾，寻常人朕信不过。王老将军确实是不错的人选，事关百万百姓，还请王老将军辛苦走这一遭。传旨，加封破虏大将军为标鸡大将军，以市面上的均价紧急征调整个长安的鸡鸭，火速前往关中赈灾。臣谨遵圣命。高阳，虽说你这个法子朕觉得有用，但蝗灾难以根治。你刚刚说蝗灾遮天蔽日来袭，法子不多，言外之意可还是有法子的吗？不错，若蝗虫真的爆发，那臣的下一计便是判断蝗虫的形成轨迹，以一地粮食为诱惑，加上容易点燃的可燃物，一把火全烧了，火烧蝗虫，以此减少危害。高大人，您这一计可有违天和呀！那蝗虫也是生灵，也是命啊！一把火烧了，您是不是太残忍了？蝗虫肆虐过后，民间饿殍遍地，无数家庭妻离子散，甚至一死而食。宋大人，难道这些百姓不够惨吗？蝗虫害大钱民不聊生，死伤多少百姓，根本不值得同情。朕支持火攻。陛下，臣有一点担忧。有话直讲。高大人法子虽好，
不管是朝廷以粮食鼓励百姓捉蝗虫，还是最后火烧蝗虫，老臣都无比赞同。只是素来百姓以为蝗虫乃天之大祸，乃天意，许多百姓不敢忤逆上天，甚至蝗虫肆虐良田，纷纷跪下磕头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哎，灭蝗难道不是蝗虫，而更是人心？人心若不齐，其效只会微乎其微。陛下，这周老爷子言之有理。各地史书记载，蝗虫乃是天灾，非人力所及，亦休得以攘之。莫说是百姓，就连有些官员也认为蝗虫乃是天罚，人力不可阻。这也是历年蝗灾严重的一大原因。高阳，你可有办法？陛下，这办法自然是有，只是，哎，罢了，我也不说了。灭蝗效果差点大。事关关中百万百姓，你有话直说便是，何必遮遮掩掩？陛下，副员外郎有对策不说，实乃欺君大罪，望重罚。那陛下，这可是你让臣说的，那臣可就说了，还望陛下恕罪。朕恕你无罪，说。陛下，百姓恐惧的根本原因在于未知，在于上天。此局嘛，倒也好破解，毕竟陛下乃长安女皇，在百姓的心中，本就应当顺应天意，而欲万民，只需要陛下当众吃一个蝗虫，再将一些蝗虫当众烧死，告诉百姓这些蝗虫它只是害虫，并非上天的惩罚。百姓认知改变了，自然也就奋力灭虫了。周阳，你大胆！蝗虫多么肮脏，你竟敢让陛下吃蝗虫！我看你其罪可诛。蝗虫乃害虫，陛下乃九五之尊，怎么能吃害虫？这高阳太过无礼，恳请陛下严惩。你让朕吃蝗虫？陛下，高阳其罪可诛，必须严惩。孽子，朝堂之上不可放肆。陛下，周老爷子所说的确是个大问题。民间信奉蝗虫大仙，乃是上天的惩罚，人力不可阻止，所以许多百姓只会看着蝗虫席卷良田而过，这无疑会导致蝗虫越来越多。百姓的认知一定要改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你大胆，其心可诛！够了！为了天下百姓，朕愿意当众吃蝗虫。可陛下，关中距离长安甚远，眼下朝中还需要陛下坐镇，陛下要如何才能前去关中？高阳，朕要坐镇长安，无法亲自去关中，你可有办法？若陛下不能前去关中，百姓心中还认定蝗虫是上天的惩罚，乃是天灾，从而不敢动手灭蝗虫，只怕在蝗灾的席卷之下，不仅是关中大地要遭殃，连带的附近3郡也要受到牵连，数以千万的百姓都难以幸免。高阳小儿，你看老夫作甚？臣还有一计，既然陛下无法亲至，那王忠大将军可手持陛下圣旨，如陛下亲临，再当着天下百姓的面当众吃一只蝗虫，自称自己是灭世黄仙人转世，所有蝗灾罪恶尽加他身，倒也不是不可以。只是这蝗虫丑陋，令人不适，也不知道王大将军愿不愿意。为了这天下苍生，为了关中百姓，末将当仁不让，区区蝗虫，陛下不必担心。待末将去了关中，先吃他一惊来下酒。王老将军真乃我长安良将，朕大为感动。待王老将军归来，朕定当亲自接风洗尘。谢陛下。王老将军毕竟年事已高，若是实在不愿的话，臣心中还有更合适的人选。哦，你倒说说。陛下乃天子，那皇亲国戚自然也行，诸如荣亲王武荣、天下藩王皆可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陛下身边的上官大人，这也是可以的。你这小儿，本将哪能得罪这等人？不必了，我王忠一人足矣。
王老将军此次前去，事关我关中百万百姓，其中委屈朕清楚。待王老将军凯旋，朕定当重视。谢陛下，我将必不负皇恩。关中灾情耽误不了，按照高阳的策略，各部一起配合。高阳留下，其他人退下。是。老狗小子，记住你了，你给我等着，此仇老夫必报不可。哼！臣高阳祝骠骑大将军一路顺风，凯旋归来。陛下有令，我等征集长安羁押。将军，此事未免让我等征集长安羁押。我等好歹是征战四方的将士啊！这如果让他人看到，怕不是要被笑话。尔等听不明白吗？是。我明白，让开！你们不能拿走啊！拿了！王老将军，此人斗气，请手下留情啊！圣上有旨，全长安的羁押一只不留，斗鸡也是鸡，战斗力更强，蝗虫更多。哼！高将军，让开！高阳在哪儿？您这是怎么了？高阳在哪儿？好像是回去了。晨会结束后，他与陛下。高阳，我要杀了你！少将军，高阳，你可知我长安藩王有多强大？陛下的意思是，古有诸侯不过百里，将若执行义制。今我长安藩王连城数十，地方千里，缓则骄奢，亦为淫乱，急则阻其强，而何从以逆长安？若不先解决大前藩王，朕寝食难安。高阳，你心黑记恨，可有妙计？陛下，您多少有点冤枉臣了。臣哪有心黑记恨？这要是传出去，史书怎么写臣？天下万民又如何看臣？朕用词不当，但意思差不多。陛下真想对藩王下手啊？朕自从登基便一心想着削藩，只是忍住了。现在朕想下手，那还请陛下告知一样，臣也好出招。大前藩王之强，这还要从100年前说起。当时大前高祖皇帝以一介布衣，于乱世中起兵征战，最终立国大秦，形成7国鼎立的局面。天下太平后，这些异姓王严重威胁到了皇权，于是大前先祖皇帝乃至于此后的几十年的时间，便在清扫这些诸侯王。他们联合的便是自家宗亲，他们有各地的土地、兵权、税收，乃是名副其实的土皇帝。到了陛下这一代，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，会严重威胁到皇权。高阳，削藩之事，你也可好好考虑几，不必着急。陛下，臣有一计，或可兵不血刃的削藩。削藩乃真正的国事，并且极为重要。高阳这么快就想到对策了。高阳，你有何妙计？陛下可知，能在万军之中杀得楚军败退，身中数箭，能命悬一线的人是谁？你是说朕的皇叔荣亲王？没错，荣亲王乃是整个长安最大的藩王，兵权、权力、税收，乃是整个长安最大的土皇帝。荣亲王能屹立100年不倒的原因在于什么？陛下可知？朕自从登基以来，朝中事务众多，史书暂时还没有参阅完全。你且说。那便是联合外界藩王。荣亲王能有如今的势力，并不是一家独大，而是联合了诸多藩王。陛下若是要强行打压，也不一定能成。朕手下黑兵卫众多，灭掉一个藩王，亦有何难？陛下，灭掉一个自然不是问题，但陛下可别忘了臣说的，天下藩王是一家。陛下的黑兵卫固然强大，但敌不过人数。陛下若强行开战，吃亏的只会是陛下。难道就没有办法了？朕就任由藩王胡来。自然是有办法。陛下想要强国，首先就要灭掉荣亲王。斩荣亲王。斩荣亲王。没错，
荣亲王如今的势力已经不是我定国公府能够比拟，如今唯一能与之抗衡的，就只有皇朝。您可知荣亲王为何不上朝？身体抱恙。陛下，什么病能生10天半个月？况且关中蝗灾这么大的事都未曾现身。陛下，现在觉得还是病呢，那是在与陛下您作对。陛下可知，在您登基的那一刻起，整个御史台的人脸色都变了。朕自然知道，不过幸好有你此前出的计谋，也帮朕在争里狠狠打他们的脸。身在大前，与陛下作对，本就是取死之人。荣亲王现在或许并无反心，但若不迅速除掉他，以后只能寸步难行，更别说变法强国。朕何尝不知，但荣亲王权倾朝野，不仅自身武艺高强，身边护卫众多，想要杀他，只怕不简单。必须小心谨慎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臣高阳不才，早就想到陛下会对荣亲王动手，所以臣已为陛下准备了上百个妙计，集刺杀、毒杀、坑杀、做局为一体，样样都可取荣亲王性命。他跑，臣追；他插翅难飞。多少个？臣才疏学浅，不多，也就上百个。百来个毒气，这也叫才疏学浅？说来听听。稍等啊，臣找找。来，这是何物？此乃奇银合欢散，是上好的烈性春药。这个啊，这个叫做大力喷射王，服用之后化身为喷射战士，与这个奇银合欢散相配，堪称绝美。高阳，你这就没有正常一点的药？而且你平时都带这些出门？哎，这些可都是臣行走江湖的必备之物。有了这些东西，荣亲王他想不死也难。毒杀手段不太体面，恐怕难以给天下百姓一个交代。这样活捉荣亲王，再将其致富，最好将伤害缩小到最小的范围。这该如何做？陛下切莫着急，荣亲王耐不住性子，必然会露出破绽。到时候，陛下就算是当众杀他，也能给天下一个交代。好，陛下，臣只有一句话要陛下谨记：荣亲王留不得。父亲大人，最近朝堂可有什么动荡？蝗灾过后，朝堂上便没有什么动荡，只不过那高阳那点子实在是太毒了。现在大前实力本就不如从前，说是有高阳那厮在，只怕……而且女帝现在十分信任高阳。老夫乃大前3朝元老，大前第一勇士，一生杀了无数反贼，到头来却不如一个女子。如今女帝能稳坐高位，靠的就是身边的高阳。老夫自然清楚，单凭他一人，老夫自有手段。只不过有高阳在，多少有些麻烦。他善于做局，想要解决他，怕是有点困难。哼，区高阳还不足以让大前翻天，倒是这小子的计策让老夫眼前一亮，此子留不得。你想个办法，务必要让女帝先倒下。至于高阳嘛，是。陛下，天气多变，您多注意点身子。不妨，只是小咳嗽。都怪那高阳，定是碰那些瓶瓶罐罐的东西给感染了。陛下，你要小心点他鬼点子太多了。朕只是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，跟高阳无关。陛下，传太医。陛下，
陛下情况如何？陛下，此乃偶感风寒，静养些时日便可痊愈，无需太过担心。你这儿就没有什么特效药吗？臣的确没有。陛下，臣还有要事，先请告退。你也退下吧。遵命。这中书舍人若是高阳，朕倒也不会这般无趣。陛下，这高阳点子虽然多，但论治国，怕是不见得比崔状元好。朕只是觉得这朝堂有些空寂。那陛下的意思是？臣明白了，臣这就去还高阳。不用，莫要麻烦高阳了。荣亲王有一家药铺，专售奇药，或许这里能够找到陛下所需的药材。哎，崔状元，这么巧啊！武世子，此事说来话长。前阵子家父身染重病，最近我寻了一味可治百病的奇药，吃下3日就立马好了。此等奇药可遇不可求啊！我此次前来，正是让店家把药收起来，专供王府。能治百病，这世上真的有此灵药？那可不，天地之大，总有一些奇物。不瞒你说，皇上最近感染了重病，连太医都看不明白。什么？皇上也病了？那这样，你先拿给皇上。武世子大意，那我先替皇上谢谢。哎，拿着，陛下乃一国之君，这都是我该做的，快拿回去煲给陛下喝，莫要耽误了。等陛下痊愈后，必当重谢荣亲王。快去吧，啊，耽搁太久不好啊。哈哈哈哈哈！武世子，事办的怎么样了？一切都办妥了。好。陛下，臣回来了。崔状元事情办完了。每日看陛下为了大钱呕心沥血，咳嗽不止，偶得一味奇药，只要陛下服下，不出几日便可痊愈。世上还有这种奇药？陛下，这世界之大，充满奇珍异宝。据说荣亲王也是服了此药痊愈的。荣亲王都觉得好，那肯定是好药。哼，崔少爷倒是细心啊，居然能找到包治百病的神药。高阳怎么在这？也罢，刚好让你看看我在陛下面前的表现。这都是微臣该做的。若朕的咳嗽有所好转，朕便重重有赏。臣多谢陛下。陛下身为一国之君，每日事务繁忙，但也要注意身子，怪臣不细心。不然来的时候也给陛下带点我高家的祖传秘药。此乃奇银合欢散，是上好的烈性春药。不必了，不必了。朕只是有些小咳嗽，没你们想的那么严重。也是，陛下身边有崔状元这般细心的人，换谁都放心。陛下，药熬好了。这次要是办好了，加官进爵。父亲大人，崔清河那狗腿子已经将毒药让女帝喝下去了。李少将军不在，正是动手的好时机。好，拿下女帝，大钱将会是我鼓动的。那高阳，区区一个高阳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只要抓住高阳，女帝就想不出什么计策来。崔清河现在应该已经给女帝下药了，是不是可以行动了？时机也差不多了，开始行动，护卫皇宫。必要将女帝给我拿下！是，出发，走。是。
陛下，朕这几日身子有些虚弱，没有什么大碍。陛下，要不要早点回房休息？不必了，朝中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打理，若是不打理，只怕会被有心之人笑话我大秦。那陛下多注意身体，臣家中还有要事，就先回府了。回吧，注意安全。高御史，那臣就不送了。路上记得小心点，千万别被人暗算。陛下，那微臣也告退了。荣亲王，高阳，别来无恙。荣亲王，您抓我不会是因为我在女帝身边做局吧？实不相瞒，伴君如伴虎，更何况是女帝那只母老虎。我其实一直都想找个机会跑路，而荣亲王您，如今一方势力独大，我倒也想倒戈，为荣亲王您效力。你真当我傻呀？高阳的手段，长安上下谁人不知？嗨，我能有什么手段？您看，不还是被您抓起来了吗？高阳，你莫要以为老夫会信你，现在就如同一把刀，随时会给我一刀。不过这阵女帝已经中毒，李少将军又不在皇城，整个大秦将会是本王的，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女帝陛下中毒了？没错，崔金河那药便是晨儿给的，想必现在药效已经发作了。来人，将此人给我押到朝上，我要让女帝亲眼看看我是如何折服你高阳的。慕容，你个王八蛋，谋杀陛下，你这是死罪啊！堂堂女帝竟然连这种当都上，什么亲王？难不成？没错，就是本王干的，罪该万死！来人呐！皇宫上下被荣王府的人给包围了。乌龙，大秦上下岂容你放肆！死到临头还这般猖狂，让高阳给老夫带进来。放开我！走！高阳，乌龙，你。这就是你的倚仗，没了高阳，你当真以为你能治理国家，能平定天下？你能振兴大秦？先帝离奇暴毙，老夫为大秦赴汤蹈火，怎么也想不到会让你一介女子登基。御史台上下对你有多大成见？不过现在倒也无妨，反正整个大秦将会是我武龙的了。还有你，高阳，你小子诡计多端。今天我了结了你，老子的心头大患呐！武龙，你当真以为你杀得了我？你杀得了陛下吗？我死倒是无所谓，但是陛下但凡有个三长两短，整个朝野上下都会追杀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别忘了，除了女帝，整个大秦谁才是最大的藩王？老夫只是略微出手，便能平定民愤。此子不可留，给我杀了！公子，我想来晚了。李元吉，你不是装了这么久，我都累了。不可能，你不是？末将已经调查清楚，现在早已是高公子，倒是你荣亲王谋害陛下，其罪当诛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高阳，杀了你！少将，你这是作何？为何是这般疯癫？难道是在考司马？靠什么雷？我今年就要将你锤成肉泥，临江城百姓谢罪。临江城？什么？做的事你都忘了？200文的粮价就是出自你党之手，难道不知道临江城粮价已经降了？别以为本将没去过临江城，临江城的百姓200文的粮价就是出自你党之手，百姓瘦骨嶙峋，游山玩水。本将今天就把你锤成泥！女人！少将请看。我10文1斗的粮价，大人是如何做到的？本官是用了一点小手段罢了。 10文1斗，足足比清水城低了20文之多。臣有罪，不该对大人这般
还做出追杀大人的蠢事。哎，少将军，您身为将军，这么做让外人看见了，成何体统？臣有罪，臣明天就禀报殿下，向大人请罪。少将军，你说你是不是猪脑子？这你不说，不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吗？此事重大，臣必须禀报殿下，向您请罪，求得您的原谅。你想让我原谅你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你得帮本官做一件事。末将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今日你见我这件事，不要跟任何人提起，本官要做一件大事。这一切都是你们设计好的啊！原来这一切都是你们设计好的，是又如何？可惜了，现在女帝中毒已深，此毒无药可解。就算你高阳做局再厉害，又能如何呀？陛下还演呢？朕都说了，朕不会演戏啊！陛下，您的演技放在后世，怎么高低都得得一个奥斯卡影后奖。什么卡？说来话长，反正就是很牛。什么？你没有中毒？就凭武成这点手段，想看不出来都难啊！臣高阳拜见陛下。高阳，你来做甚？臣此次前来只为一件事。说。荣亲王他要派人围攻皇宫，在此之前，我等都要装作不知道。荣亲王忍不住。是的，荣亲王此次目标明确，要斩我和陛下。好一个荣亲王！都杀到朕的头上了，岂能这么看着？朕这就派人去拿下荣亲王。来人！陛下不要冲动，若直面荣亲王，只怕我等都不是对手。他既然要谋反，那我们便等他前来。到时候需要陛下配合臣演一出戏，届时不仅能缉拿荣亲王，还能给天下百姓一个交代。你要朕如何配合你？装病，不说话就行。装病？陛下，崔星河出去并非有事，而是给陛下寻找治疗咳嗽的方子。但这药方子陛下喝不得，为何？因为据臣所知，这药方子有毒。有毒？崔星河哪来的胆子？上官大人莫要冲动，崔星河急功近利，急于表现，容易被人利用。但陛下可以将计就计，你到时候直接将药方子换了便是，然后陛下再假装虚弱，此局便有大。那该如何拿下荣亲？臣以身入局。不可，此局太过危险，不能让你冒这个险。陛下，对于荣亲王而言，最难搞不是一家，而是臣。臣善于做局，他荣亲王必不会放过臣。但如若臣故意露出破绽，被荣亲王发现，他便已经中了朕的圈套。届时他荣亲王也该服输了。该说不说，演戏可真累啊！该说不说，演戏可真累啊！算计本王，今天老夫要杀了你们！大人快走，这里交给我。区区一个臭鱼烂虾也敢阻拦本王！好！报！王爷，我等都中埋伏了，皇宫黑兵卫全都席卷了过来。世子他们已经无人生还了。什么？成儿等！高阳，你不得好死！我要杀了你！胡说！你敢暗算我？谋害陛下，扰乱天下，荣亲王罪该万死。老夫乃大前亲王，乃先帝所指的3大顾命之首，更有先帝赐下的免死金牌，可免一死。你敢杀我，看你怎么向老百姓交代！荣亲王谋害陛下，就算你有免死金牌，那又有何用呢？你可有证据啊？来人，将崔星河给我带上来。五龙，我乃堂堂大前状元，你居然陷害我！呈给我的那剂药居然是毒的，我多亏也不会放过你。走。那又如何？天下人又不知，大清的百姓还是照样信我荣亲王的。哦，是吗？今日之事自会有言官记录下来。高阳，本王倒是小瞧了你。即便如此，又当如何？你还是杀不了我。
荣亲王，你此举对得起你身上这些伤疤吗？在臣的心中，荣亲王乃是用命守护大前江山的荣亲王啊！白河沟与赵国一战，你一马当先，在万军之中杀得人为血人，马为血马，你可还记得？高城一战，你一人扛刀，身中数箭，却依旧一往无前，杀得楚军败退。战后，你身上的甲胄几乎都成了刺猬，你可还记得？这他妈的是我的词！西昌一战，先帝御驾亲征，差点被活捉，还是你一马当先，带着骑兵精锐冲杀进去，救下了先帝。先帝驾崩，赐你免死金牌，又委任你为大前3大顾命之首。这是何等的信任，这又是何等的荣耀！而你呢？你罔顾先帝的信任，罔顾陛下的信任，你竟想谋害陛下！你愧对于你这身上的伤疤，你愧对于你一身荣耀啊！此举真是令朝野寒心，令陛下寒心，令天下人寒心呐！臭婊！你血口喷人！荣亲王既为武将，自当顶天立地，敢做敢当。现在铁证如山，你还想狡辩？你若是承认，反倒显得你坦荡；一味的狡辩，只会令天下人不齿。高阳，你这个畜生！昔日的皇叔为我大前出生入死，满身伤痕，一身荣耀，真想不到皇叔竟用这种肮脏的手段负了大前，负了朕岂能容？谋逆大族，免死金牌也无用。今日若不是高阳，朕早已遇害。来人，上虎头铡！陛下，将此人押入天牢，让刑部的人伺候即可。为何皇叔这般害朕？朕还要饶他一命。陛下，日后可知。押入天牢。狼狈为奸，沆瀣一气，奸夫淫妇！陛下，那咋办？高阳，没想到你还有这等计策，还真是让朕大吃一惊。正所谓恶人先告状，臣就是要走荣亲王的路，让荣亲王无路可走。臣撕破了荣亲王的衣衫，率先说出其功绩。只要臣先说出来，他便无话可说。如此一来，荣亲王就算想要拿这些功绩换命，那也是不行了。你还真是总让朕惊喜。不过朕还是想不明白，荣亲王虽为朕的皇叔，单单仅凭想谋害朕这一条，就足以定死罪，为何还要关进天牢呢？陛下，念在荣亲王的往日功勋，死罪可免，但活罪难逃。将其打入天牢，便能堵住天下悠悠众人。你这个计策倒是个好办法，但荣亲王不死，怕是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陛下，您可还曾记得朝堂上考核臣的灭门之祸？你说的可是守株待兔？不，这个应该叫做钓鱼执法。将荣亲王打入天牢，其手下护卫必定以营救为主。如此一来，陛下可以在天牢内设防，将其一网打尽。那荣亲王怎么办？至于荣亲王嘛，荣亲王在天牢内郁郁寡欢，深感对不起先帝信任，对不起陛下信任，留下一纸一书自尽了，这也是很合理的嘛。朕知晓了，不过此事事关重大，切不可透露半点风声，否则杀无赦。陛下，臣家中还有要事，就先告辞了。陛下，婉儿收回之前说的话，这高阳比崔星河要强，写下的计谋在周老爷子之上。只可惜这样的人不能跟在陛下身边，否则定会为陛下开创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开国霸业。等等，高阳，怎么了，陛下？户部高阳助朕捉拿大前叛贼，削藩有功，朕赏你做朕的亲王，如何？